女孩许妍怀揣着对青年才俊沈浩明的倾慕与爱意，一心想要与他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当第一次与沈浩明的父母见面这个重要时刻，许妍竟做出了一个大胆且惊险的决定，请来2个人假扮自己的父母。谢谢叔叔阿姨愿意把妍妍嫁给我，能够娶到她是我的幸运。他精心策划着每一个细节，试图用这虚假的表象蒙混过关。见面现场气氛看似融洽，实则暗流涌动。沈浩明的父母本就心思细腻，在交谈过程中逐渐对许妍父母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不经意间聊起许妍父亲所在大学的事情，试图从这细微之处寻找破绽。许妍察觉到危机，内心虽紧张不已，但表面仍强装镇定。他提前给那2位假扮的父母做了大量功课，不仅带他们熟悉学校的位置，还让他们了解周边饭店的情况。面对沈浩明母亲对父亲身份的追问，许妍灵机一动，称父亲是研究人员，因工作性质特殊，相关信息难以查到。为了进一步坐实父亲是外国大学教师的身份，他甚至让假扮者模仿真正大学教师的签名，并在沈浩明父母面前成功签下了一模一样的名字。一番操作下来，众人一律赞消，打算前往院子继续商讨婚礼事宜。然而就在沈浩明的母亲和许妍单独走在路上时，局势急转直下。母亲面色凝重，直接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原来在吃饭时，他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母亲给许妍加的鸡蛋，许妍一口未动。他深知若是亲生父母，不可能不清楚女儿的喜好。就在那一刻，他对许妍父母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心。许妍听闻心中一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无奈之下只能编造另一番说辞。他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身世，称父母从小便离开他去了外国，自己一直跟着姥姥长大，基本没见过父母，也未曾感受到家人的关爱。这一次若不是因为结婚，父母根本不会回来。他表示自己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才故意营造出家庭和谐的假象。沈浩明的母亲听后感同身受，她想起自己曾在沈浩明小时候出国打工，深知缺少家人陪伴的痛苦。就在这时，保姆前来有事相告，母亲安慰了许妍几句后便离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妍刚松一口气，便接到了欢欢的电话。原来她从策划转变为活动主持人的申请又一次被驳回了。这对一直努力想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的许妍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快下定论。到了晚上，许妍带着那2位父母来到酒店，她神色疲惫却仍强打精神，对他们说只要完成婚礼，任务就算完成。安排好父母后，许妍独自走进电梯，狭小的空间里，她终于卸下了伪装。用谎言构建的人生，我拼尽全力将它筑为堡垒，可是在沙滩上又怎么会有城堡？第二天，许妍如往常一样来到演播现场，她试图将昨晚的烦恼抛诸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然而现实却并未如她所愿。主持人孙思维姗姗来迟，一见到身为策划的许妍，便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他认为许妍只会在背后搞小动作，对许妍的工作能力百般质疑。他吐槽台词极度不通顺，抱怨请来的嘉宾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对许妍提出的建议也充满敌意，觉得那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你有那精力，还不如花心思怎么讨好我。这节目我说了算，我一句话就能滚蛋。许妍站在一旁，默默忍受着这一切。她心中委屈，却又无处诉说。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职场环境中，她努力想要证明自己，却总是遭遇各种阻碍。而感情方面，她用谎言编织的爱情之网，也不知何时会突然破裂。赵露思新剧刚一开播，便让人知道了什么才是职场的霸凌。许妍这位怀揣着梦想与热情的职场人，在公司的舞台上奋力拼搏。他答应来了。项目老师很有兴趣，说要看一下整个时间的。那就是没有谈好了。然只因他未能请到公司心心念念想要邀请的人物，公司便立刻翻脸不认人，以他的节目收视率持续走低为借口，毫不留情地发出威胁，若是下次收视率继续下滑，便准备将他辞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狠狠地砸在许妍的心上。许妍虽满心疲惫与委屈回到家中，但她并未选择沉沦，于是她强打起精神，准备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在这时，男友沈浩明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了她略显灰暗的世界。沈浩明竟直接拿出了公司想要邀请的三木老师的联系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因为在你那边有我的信任。然而许妍敏锐地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她立刻试图转移话题，问起男友对昨天自己父母的印象如何。可沈浩明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他觉得这与自己无关，在他心中，爱的人只有眼前的许妍。在这美好的夜晚，二人深情拥吻，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们无关。但他们之间的故事还得从半年前说起。那时身为策划的许妍，为了能邀请更多的人参与自己的节目，可谓是绞尽脑汁，而沈浩明便是他目标名单中的一员。为了能见到心心念念的沈浩明，许妍付出了多日的不懈努力，终于他以想要成为
成为学徒的身份，获得了与沈浩明见面的机会。初次见面，许岩便被安排了一个任务，修剪面前的龙舌兰。这对于许岩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他不仅将龙舌兰的各种专业知识娓娓道来，还自信满满的说出自己修剪的方向是让龙舌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这一番独特的言论瞬间引起了沈浩明的注意。沈浩明不知不觉来到了许岩面前，静静聆听他的谈论。许岩越说越投入，眼神中闪烁着对职务和工作的热爱。他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带着魔力，让沈浩明对这个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沈浩明话锋一转，提到了许岩的工作。明天来上班吧。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许小姐？原来他早已暗中调查了许岩的身份，得知许岩为了接近自己，竟学习了如此多的知识。刚刚的一番话更是让他刮目相看。不过沈浩明依旧态度坚决，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许岩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亲自制作的剪刀。这把剪刀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工具，更是许岩诚意的象征。沈浩明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女孩真的做足了功课。或许是被许岩的真诚所打动，沈浩明也拿出了一份礼物回赠。许岩满心期待地打开，发现竟是一瓶桂花蜂蜜。本以为这只是个意外的许岩，却从沈浩明的口中听到了关于自己的事情。原来沈浩明关注到了他发在网上的文章，文章中许岩表达了对外婆做的桂花酱的喜爱，于是沈浩明便送上了这瓶桂花蜂蜜。这份细心与体贴让许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第二天，许岩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然而职场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歇。刚一坐下，同事便不怀好意地凑了过来，又一次问起了有关沈浩明的事情。许岩此刻还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只能无奈地应付着。同事的追问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好在同事离开后不久，许岩接到了沈浩明的消息，让他来金达集团找他。这消息让许岩的心情瞬间明亮起来，他精心打扮了一番，怀着期待的心情前往金达集团。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当许岩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沈浩明时，意外却突然降临。由于连日的劳累加上感冒，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刚一见到沈浩明，一阵眩晕感便袭来，他眼前一黑，竟直接晕倒在了沈浩明的身上。身为一名普通打工者的许岩来到了沈浩明所在的公司，然而刚刚见到沈浩明的时候，许岩便因连日的劳累与身体的不适，直接晕倒过去。当许岩在医院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沈浩明那略显疲惫却满是关切的脸庞。原来是沈浩明亲自将他送到了医院，生怕许岩有个三长两短。此刻看着正在处理消息的沈浩明，许岩心中满是感动，他轻声说道，想让沈浩明先去忙自己的事情，不必一直守在他身边。是我把你叫出来的，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等你退烧了，我还要接受你的采访。随后沈浩明更是贴心地为许岩拿来了水，小心翼翼地将水递到他嘴边。注意到许岩手上的伤口，他也找来创口贴为他贴上。在这温馨的氛围中，二人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如同春日里的花朵，逐渐绽放出恋人的芬芳。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职场中遭受过霸凌的许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又一次陷入被欺负的境地，而这次施压的竟是男友沈浩明的母亲于阿姨。这一天，许岩出于礼貌来到于阿姨家中拜访，他小心翼翼地为于阿姨倒茶，还贴心地给他的朋友们让座。可于阿姨和他的朋友们却并未领情，不仅没有一句感谢，反而是一顿冷嘲热讽。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许岩强忍着心中的委屈，默默承受着这一切。这时佣人前来更换水果和水壶，许岩见状便主动上前帮忙，二人一同来到后厨。佣人看着许岩，忍不住说道：“许岩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许岩微微一愣，佣人接着又说：“头发这么毛躁，和其他人顺滑的头发差远了。”许岩心中一阵酸涩，却只是勉强笑了笑。就在这时，于阿姨突然来到后厨，许岩本以为她会留自己下来吃晚饭，没想到于阿姨却冷冷地说：“去会所把晚上需要的菜拿回来。”说完便又约许岩周六上午二人见面好好聊聊。许岩这才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家庭之间有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回到公司上班的许岩来到主任的办公室，将下一期的策划书交给了他。本想着尽快离开的他，却被主任拦了下来。昨天还嚷嚷着要开除许岩的主任，此刻却换了一副面孔。他一脸诚恳地说自己对他期望很高，让他先做节目策划是为了镀金，为以后当主持人做准备。许岩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可主任接下来的话却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刚刚燃起的火焰。原来这一次的主持人申请被驳回了。许岩为了这个美食节目付出了太多，他不仅自掏腰包，很多时候还要亲自参与节目的制作，从策划到执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可如今却换来这样的结果。他愤愤地离开了办公室，心中满是失落与不甘。就在这时，许妍接到了于阿姨打来的电话。吃饭的地点跟时间我都发你手机上。好的。许妍为了能够融入这个圈子，便自己前去花钱做了柔顺，希望以更好的形象出现在于阿姨面前。见面的时候，许妍本想着能和于阿姨好好吃顿饭，可没想到到了地方才发现还要等一个朋友。不一会儿，那位朋友来了，于阿姨便和这位朋友开始高谈阔论起来，从专业的金融知识到跨国生意，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完全忽略了许妍的存在。好不容易等那位朋友离开了，于阿姨才慢悠悠地说出了自己请许妍来的真实目的。虽然你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你的家境不太好吧？他认为许妍面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生气，一次又一次地探索许妍的底线，觉得许妍过于隐忍，不适合自己的儿子。听到这些话，许妍的心中五味杂陈，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她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被别人欺负，被骂是没有父母的野孩子。我是野孩子，我有爸爸妈妈来外国，在很远的地方。他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如今面对于阿姨的刁难，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助的童年。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是胆怯和隐忍。冷静下来的许妍将近期遭遇的种种不愉快一股脑地归结到了于阿姨身上。在她心中，自己好不容易才寻得那个真正倾心的人，这份爱情她绝不可能因为于阿姨的刁难与阻挠就轻易选择放弃。时光悄然流转，在许妍的努力下，半年后的今天，事情已然发展到两家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地步。第二天的公司会议上，气氛凝重而热烈。公司老总沈府郑重地提出了新区的建设计划。更令人振奋的是，目前已经得到了最大公司世丰的资助意向。会议上，众人纷纷表达对这次合作的看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沈浩明却始终一言不发，眉头紧锁。会议结束后，沈浩明被父亲叫到了办公室，这时他才缓缓道出自己的顾虑。原来世丰新上任的郑董事长在处理事故时总是尽力掩盖真相，这种做法让沈浩明心生疑虑。而且郑董事长是空降而来，在公司内部根基尚浅，没有自己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更让他担忧的是，郑董事长带来的3个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基于这些原因，沈浩明认为世丰公司内部必定暗藏矛盾，随时可能爆发。沈父听后沉思片刻，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觉得郑董事长能做到这个位置，绝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如此简单。建筑行业的水源比想象中要深，其中的复杂关系和利益纠葛不是轻易能看透的。最后，沈父语重心长地让沈浩明这段时间安安稳稳地度过，多去熟悉公司内部的事务，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另一边，三木老师成功与节目达成了合作，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沈浩明的牵线搭桥，更是因为许妍的真诚与负责。即便面对身处外国的三木老师，许妍也能做到及时回复消息，这种敬业精神让三木老师十分赞赏。于是二人约定下次和沈浩明一起吃饭。然而就在许妍满心期待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于阿姨的电话。喂，于阿姨，现在吗？我还有，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电话那头于阿姨的声音不紧不慢，让许妍前往售楼处。许妍心中虽有疑惑，但还是匆匆赶了过去。当她到达售楼处时，才发现原来是于阿姨来为他们挑选结婚用的房子。许妍心中一紧，她知道于阿姨又准备开始测试她了。于阿姨看着许妍，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让身为建筑世家出身的许妍给出选房建议。许妍强装镇定，装作仔细查看房子的样子，心里却早就乱成麻绳了。她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建议都可能被于阿姨挑出毛病，成为攻击自己的把柄。就在事情即将被揭露，许妍感到无比窘迫的时候，沈浩明如同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了她的身边。沈浩明轻轻握住许妍的手，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尴尬。如果没什么事，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去了啊。随后二人来到沈浩明的职务室内，这里绿意盎然，沈浩明亲自为许妍做套口。在温馨的氛围中，他向许妍说起自己喜欢龙舌兰的原因。在他眼中，龙舌兰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积蓄力量，一生只爆发一次，这种美好让他深深着迷。说着，沈浩明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手表送给许妍。他提到许妍为了争取成为主持人，付出了无数的努力，而此时的主持人却经常去自己妈妈那里告状，试图阻止许妍的发展。许妍听着沈浩明的话，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眼前困难的担忧。但在这短暂的时光里，二人在职务室内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第二天，许妍带着一条奢侈品的围巾，满心欢喜地前去送给婆婆于阿姨。她以为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能够得到于阿姨的认可，拉近彼此的距离。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她沉重的一击。于阿姨看着围巾，脸上没有一丝喜悦。虽然围巾的品质很好，
但款式却根本不符合他的喜好。许妍看着于阿姨冷漠的表情，心中一阵失落。她这才深刻地意识到，要真正融入这个圈子，成为其中一员，是何等的艰难。为了能尽快融入那个看似光鲜却难以接近的富婆圈子，许妍绞尽脑汁，最终把目光投向了家中的女佣。她觉得从女佣这里或许能打开一条融入圈子的捷径。许妍拉着女佣一同前往超市，在超市的货架间穿梭时，女佣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不经意间说起曾经沈浩明也带过一个女朋友回家，可那个女孩在于阿姨的小圈子里并不讨喜，各种表现都没能入于阿姨的眼，最终被于阿姨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许妍听着瞬间明白过来，于阿姨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接受自己，之前的种种不过是表面的敷衍，但她没有气馁，反而暗暗下定决心要主动出击，想尽办法融入这个圈子。第二天，许妍精心打扮后，和于阿姨等人来到了网球场。其实她对网球一窍不通，但为了能融入这个圈子，她还是硬着头皮来了。看着于阿姨他们在球场上挥洒自如，许妍只能在旁边干着急。不过她很会察言观色，在于阿姨他们休息的时候，主动跑过去帮他们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网球。这时于阿姨看着许妍，开口说起许妍家中的事情，语气中带着一丝审视。都是知识分子，在国外很多年了。父亲在雪城大学当教授，但似乎也认可许妍家庭条件符合自己的要求。于阿姨的朋友在一旁观察着许妍捡球的举动，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觉得许妍是个有修养的人，各方面都很符合他们的眼光。然而就在气氛逐渐融洽的时候，一群朋友前来寒暄，各种奉承的话不绝于耳。大家沉浸在这虚假的热闹中，脸上都挂着虚伪的笑容。突然曲总的出现打破了这场闹剧，众人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目光瞬间都落在了曲总身上，然后匆匆围了上去，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许妍站在一旁静静观察着这一切，她从美玲姐口中了解到，原来曲总是南山资本老总的妻子，众人这么追捧她，无非是希望能够从她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许妍心中一动，她知道如果能和曲总搭上关系，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必定会逐渐上升。经过一番打听后，许妍得知曲总喜欢昆曲，而且还要举办昆曲大赛，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许妍立刻来到舞房寻找曲总的身影，终于在舞蹈房中，她看到了正在练习昆曲的曲总。此时的曲总正被水袖花困扰，一次次地尝试，却始终没办法学会。许妍知道这是自己表现的好时机，她赶忙请来老师帮助自己学习水袖花。可老师告诉她，最快学会流水袖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1个月对于急于融入圈子的许妍来说太漫长了，但她没有退缩，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演播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许妍就会练习。她的手臂因为长时间的挥动而酸痛不已，但她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许妍成功学会了流水袖。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曲总注意到了她。曲总对这个勤奋又执着的女孩产生了兴趣，主动和许妍搭上了话。许妍心中暗喜，她知道自己的计划初见成效。为了能在这个圈子里立足，许妍开始用谎言编织自己的周围。真好，谢谢。我听老师说你才开始学啊。我是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就觉得好看，长大了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才来专门学一学。这时曲总说起自己发起了一场昆曲大赛，并邀请许妍也来参加。在舞蹈房中，许妍和曲总开始相互练习流水袖。许妍看着曲总认真的模样，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然而就在这时，曲总接了一通电话，原来是他儿子关于入学莱茵国际学校的事情。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曲总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等电话结束后，许妍为了进一步拉近和曲总的关系，说起了自己是节目主持人的事情。我们打算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女性来参与。抱歉，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可他没想到，这句话却让曲总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最终不欢而别。但许妍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她思来想去，竟然直接找到了美玲姐。她向美玲姐说起曲总会参加自己的节目，还描绘了一幅如果节目能请来更多人，将会多么精彩的蓝图。她希望美玲姐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自己请来更多的人，让节目更加火爆，也让自己在这个富婆圈子里站稳脚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许妍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只有拥有一定的资源，才能让他人真正重视自己。凭借着曲总的名声，许妍成功吸引了主任的重点关注。主任对许妍的能力和潜力有了新的认识，这为许妍后续的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许妍敏锐地察觉到节目转型的契机，她决定改变节目的方向，从原本邀请明星参与，转变为邀请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她认为这样的转变不仅能提升节目的深度和内涵，还能为自己积累更广泛的人脉资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妍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转主持人的申请，麻烦您再提交一次。我给你这个机会，放手做去吧。
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许妍早早地来到舞蹈房等待曲总。他深知曲总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节目，但他早有准备。当他拿出精心准备的嘉宾名单时，曲总才恍然大悟，原来许妍举办的这次节目是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名单中不仅有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许妍心里清楚，对于这些富婆来说，结识有影响力的人并不难，但通过节目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才是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许妍趁热打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计划。他表示会为曲总准备专门的昆曲展示节目，借助节目的影响力，将昆曲这一传统文化艺术更好地宣传出去。同时，他还主动提出可以亲自为曲总主持这次昆曲节目，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诚意。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条件，终于打动了曲总。曲总权衡利弊后，决定参加这次活动。活动当天，现场气氛热烈非凡。许妍凭借出色的主持能力，将整个活动流程安排得井井有条。节目大获成功，不仅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也让许妍在富婆圈中声名鹊起。从此，许妍凭借主持人的身份，拥有了邀请这些富婆上电视的权利。她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富婆们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他们牵线搭桥，谈成合作。渐渐的，众人对许妍举办的这次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妍更是看准时机，以于阿姨的身份邀请其他2位客人前去节目做客。下一期的家宴节目，曲总还是会去的。不知道马阿姨、孟阿姨有没有时间？于阿姨说了，特意为2位留了名额。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们兴奋不已，立刻回去着手准备相关事宜。等到众人走后，于阿姨才意味深长地说起将人情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心里明白许妍这丫头不简单，开始对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姑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节目的爆火给许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她不仅成功成为了主持人，还吸引了众多赞助商的目光。之前的赞助费用与现在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在许妍信心满满地前往化妆间时，之前的主持人找上门来。这位主持人认为许妍抢走了自己主持人的位置，心中充满了怨恨。他怒火中烧，对着许妍就开始攻击，声称许妍是靠着富二代男朋友才走到今天的地位。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和闲言碎语，许妍根本不想争论，她深知无需过多解释，于是她匆匆离开了化妆间。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婆。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回到演播室后，许妍迅速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她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然而当她路过电视时，意外地看见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主持人的画面。从小就被新闻主持人吸引的她，在这一刻仿佛回到了童年，心中涌起一股熟悉而又温暖的感觉。她呆呆地站在电视前，眼神中透露出对新闻主持行业的向往和憧憬。直到男友前来打断她的思绪，准备带她回家，她才缓缓回过神来。第二天，在家中的众人一起看着电视中播出的新闻，原本大家都沉浸在新闻内容中，突然电视中的一个人引起了许妍的注意。你是山西人是吗？推动城市建设，提升道路狭窄，对，基础设施。那个大云县你去过没？不仅拓宽了街道，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整个商区的建筑外。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对了，叔叔，您去出差没有多玩2天？没有，我就是过去捡了个彩，来去匆匆嘛。许妍正沉浸在电视节目中，眼神漫不经心地扫过屏幕，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父亲出现在了电视画面里。那一刻，紧张感瞬间从他内心深处传来，心脏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秘密，极有可能在这一刻被无情揭穿。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山西，许妍的真父母正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此时，父亲正一边熟练地为顾客烫着头发，一边和顾客闲聊。他脸上带着几分感慨，说起家中的情况。小女儿不在身边，平日里连个消息都很少，还是大女儿贴心，一直留在自己身边陪着。而且大女儿也快结婚了，女婿在银行工作，有着一份体面的职业。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口中的大女儿乔琳正在经历一场噩梦。乔琳遭受了别人的咸猪手，在愤怒和反抗之下，一番激烈的闹腾后，她和对方一同进了局子，直到男友匆匆赶来，才将乔琳从局子里接了出来。男友的父母得知此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觉得儿媳给自己丢了脸，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儿子见状，赶紧拿出了这次准备婚礼的各项费用清单，还说明份子钱会上交给父亲。可当话题转到酒桌安排时，母亲却不乐意了。她认为只摆20桌实在太少，根本不够气派。但儿子无奈地解释，银行有规定，员工不能参加20桌以上的宴席。母亲听后立刻将矛头指向了乔琳，阴阳怪气地说她败坏了自家的名声，很可能会影响儿子的工作。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乔琳感到无比委屈和绝望。我算好了，还剩下17866，应该够咱们俩度蜜月的了。你自己度去吧，
回到自己家中，乔林思来想去，决定联系上妹妹许妍。为了不让爸妈怀疑自己悔婚离开家中的事情，他编造了一个理由，打算以单位组织学习的名号去荆州出差。他心想，这样既能离开那个让他压抑的家，又能和妹妹见面，或许还能从妹妹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支持。果然，第一次来到荆州的乔林看着眼前繁华的公司大楼，心中充满了期待。他本想着给妹妹许妍一个惊喜，于是没有提前告知就来到了许妍工作的地方。然而万万没想到，当许妍看到突然出现的姐姐时，脸上并没有惊喜，反而是一脸的惶恐。许妍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身份就像一层薄纱，随时可能被姐姐的出现捅破。她担心一旦身份暴露，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二人决定先前往许妍家中休息一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突然前来。沈浩明是许妍身边的富二代，他的出现让许妍更加紧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许妍急中生智，这位是我是王表姐。他来找我。他让沈浩明暂时离开，然后带着所谓的表姐乔林先找个酒店住下。来到酒店后，乔林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许妍自从搭上了富二代，就忘记了自己家人的身份，变得如此陌生和冷漠。他忍不住对着许妍发起了脾气，指责她忘本。而许妍始终认为自己和爸妈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心里，那个家给他带来的只有痛苦和伤害。他冷冷地看着姐姐，随后便准备离开。在离开的时候，他还特意强调自己不姓乔，而是姓许，仿佛这样就能彻底和那个家划清界限。我姓许，许妍。然而看着姐姐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他还是有些担心。犹豫再三，他选择了转账1万给乔林，希望姐姐能在这个城市里过得稍微好一些。回家的路上，许妍的思绪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她瘦小又怯弱，经常被一群孩子欺负。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是乔林挺身而出，像一位勇敢的骑士一样保护着她。那一刻，乔林的身影在许妍心中无比高大，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而此时，在另一个地方，外婆正在和许妍的父母激烈的争吵着。原来许妍的父母为了能够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把自己的身子弄坏了。更不幸的是，出生的许妍也因此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此次父母二人前来，是为了让许妍回去上小学。小小的许妍回到家中后，表现得异常懂事。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妈妈，我会洗澡。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妈妈，我会洗衣服。母亲如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然而在离开的时候，她竟忘记关上煤气。这个小小的疏忽即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家中的2个女儿乔林和许妍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悄然逼近。煤气的味道在空气中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等到父亲回到家中，刚一打开门，一股刺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来不及多想，迅速冲进厨房关上煤气，然后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此时他看到了昏迷在沙发上的大女儿乔林，没有丝毫犹豫，他一把抱起乔林就往屋外跑去。而就在他慌乱地安置好乔林，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买菜回来了。母亲这才如梦初醒，惊恐地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儿许妍。然而区别对待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在医院里，父母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乔林身上，他们围在乔林的病床前，眼神中满是担忧和关切，轻声细语地询问着她的状况，仿佛乔林是他们的全部。而许妍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无人问津。她的生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重要的日子，父母也能轻易忘记。许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时光匆匆，许妍步入了高3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是通往未来的桥梁。然而对于许妍而言，这座桥梁却似乎被无情地截断了。父亲来到老师办公室，与老师商议着不让许妍参加高考的事情。许妍偶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她不顾一切地冲进办公室，眼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大声指责父亲的行为。在众人的注视下，父亲和许妍来到楼下。父亲看着情绪激动的女儿，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家里经济拮据，没有足够的钱供养2个大学生上学。在父亲的心中，姐姐乔林应该去上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只能让许妍留在县城找工作。许妍听着父亲的话，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翻涌。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父母偏心的事实。为什么你们不要说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乔林？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痛苦和无奈。然而父亲却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只要将女儿抚养长大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他看着女儿倔强的样子，心中的怒火也渐渐升腾起来。在情绪的冲动下，他忍不住扇了许妍一巴掌。这一巴掌狠狠地击在了许妍的心上，也彻底断绝了2人之间的父女情分。许妍哭着一路狂奔，回到了外婆的家中。外婆看到许妍满脸的泪水和红
红肿的脸颊，心疼不已，紧紧地将她抱住，给了她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许岩一路回想着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那些被偏爱的瞬间。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邀请许岩来自己的工作室。许岩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工作室。工作室里，一株已经有16年的龙舌兰吸引了许岩的目光。沈浩明告诉许岩，他觉得今晚很可能是这株龙舌兰开花的时刻。许岩静静地凝视着这株龙舌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共鸣。龙舌兰一辈子都在默默地汲取养分，它扎根于土壤，努力生长，就是为了能在最后的时刻开出一朵绚烂的花。这境地让许岩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他觉得自己和这株龙舌兰何其相似。此时的许岩又想到，龙舌兰开花是为了将自己花粉散去，遇到另一株龙舌兰，进而孵化出更多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自己生命的消亡，但是为了以后的未来，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献出生命。许岩看着沈浩明，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他和沈浩明就如同这两株龙舌兰一样，如果他们相爱，那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都会坚定地在一起。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让人万万没想到，许岩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狠下心将情同手足的姐姐乔琳说成是远房亲戚，还以各种理由认为婚礼不必邀请她前来。此时的远房亲戚正身处一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内，不仅将豪华的酒店给退了，还将许岩给的钱给退了。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岩，当没你这个妹妹。然而就在乔琳独自在出租屋内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竟是她的前男友发来的。原来前男友这次是因为父母的事情，想要向乔琳道歉，并且请求她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可乔琳早已看清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面对他的请求，只冷冷地在手机上回复了一个滚字。可这渣男并不死心，为了请求乔琳的原谅，他竟来到了那间他们曾经熟悉的理发店。乔琳的父母满心欢喜，还满心期待着能和这位曾经的女婿一起喝酒聊聊天。然而渣男却带来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乔琳已经离开了。我们俩分手了。乔琳的父母得知女儿去了荆州，心里便隐隐觉得女儿此去必然会去找许岩，于是他们心急如焚地拨通了许岩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挂断的忙音。为了找到大女儿，两位老人没有丝毫犹豫，按照2年前许岩留下的地址，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途。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那个小区时，许岩正好带着沈浩明一家人出现在了小区里。许岩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父母，那一刻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小妍，妍妍。而就在这时，真正的两家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见面了。许岩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在这一瞬间如同泡沫一般被无情地戳破。沈浩明一家人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脸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他们认为许岩是为了骗婚才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于是纷纷开始责怪许岩的所作所为，指责声如同潮水一般向许岩涌来，让他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许岩感到绝望的时候，于阿姨轻轻地将他唤醒。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许岩自己想象出来的场景罢了。就在这时，沈浩明突然说道：“下午3点，3叔的飞机就要到了。”众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做客，选择去接机。在送别沈浩明一家人后，许岩的爸妈也发现了他，随后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于是真假父母在此刻戏剧性的相见了。假父母看到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自己是婚庆公司的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处。真父母看着即将结婚的许岩，内心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而此时的许岩却冷冷地说出自己不打算邀请父母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句话如同利刃一般刺痛了父母的心。愤怒的父母刚要发作，许岩却将姐姐的地址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岩的父母按照地址来到了大女儿乔琳的出租屋内。在寸土寸金的荆州，乔琳只能合租一间小小的房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这次她打算在荆州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乔琳竟然得知了妹妹许岩竟然打算结婚的消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她来到了许岩的家门外。就在家门外，乔琳看到了许岩的假父母，随后从许岩那里得知了一切真相后，乔琳终于明白了妹妹最近做出这些荒唐事情的原因。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骗他一辈子。原来许妍一直渴望嫁入沈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惜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甚至伤害到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许妍却觉得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慢慢解决。在她看来，为了能够嫁入沈家，自己只能做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事情。此时的许妍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她第一次看见沈浩明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明。沈浩明是她见过唯一一个对她负责的人，在她心中，沈浩明就是那个能带她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人。为了这份所谓的幸福，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这场由谎言引发的婚礼风波究竟会如何收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如同那迷雾中的道路，让人看不清前方的方向。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当姐姐乔琳终于找上门来，将所有的事情都了解清楚后，她才惊觉妹妹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真的邂逅了所谓的真爱。然而乔琳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忧虑，在她看来，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可能化为泡影。可此时的许妍却陷入了自己的执念之中，她觉得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她生命中的救赎，是她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的。在她心中，事业和爱情缺一不可，她坚信自己有能力将这两者都牢牢掌控在手中。告别姐姐后，许妍独自坐在家中，品尝着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原来沈浩明在查看婚礼名单时，发现自家那边来参加婚礼的家人数量众多，而许妍这边却只有她的爸妈和2位同事。许妍见状，只好无奈地解释，称家中亲戚平时不常走动，彼此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想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就在这时，沈浩明不经意间提到了姥姥，他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诚恳地说自己想陪着许妍一同回去探望姥姥。许妍心中一紧，她深知如果沈浩明一同前往，自己的谎言将会彻底暴露。于是她急中生智，以公司业务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她亲自处理为由，巧妙地拦住了沈浩明。挂断电话后，许妍陷入了沉思，她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该如何继续圆这个谎言。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鼓起勇气说，自己毕竟是许妍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想要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没等母亲把话说完，许妍便心急如焚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她迅速将电话备注中原本的妈改成了母亲的真实姓名。经历了这场电话风波后，许妍决定搭乘大巴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姥姥家。当大巴车缓缓停下，高叔开着那辆三蹦子前来接她。坐在三蹦子上，许妍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三蹦子一路颠簸前行，终于停在了姥姥家的小院前。许妍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姥姥。姥姥正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摘着桂花。许妍心中一酸，赶忙快步上前，轻轻扶着姥姥从凳子上下来。随后她挽起袖子，帮助姥姥采桂花。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夜幕降临，许妍和姥姥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吃着新鲜的水果，月光洒在他们身上，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许妍犹豫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向姥姥说起了自己谈的那个男朋友，还提到自己打算下个月就结婚。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许妍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她缓缓地说起了爸妈来到了荆州，还表示自己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姥姥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许妍，她原本打算把许妍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然而许妍却委婉地说起路途太远了，不希望姥姥太折腾。可听到许妍这样说，她知道许妍有自己的难处，于是姥姥便说起自己不想去了，并让她以后带来结婚照片就行。那一夜对于许妍和姥姥来说都是一场揪心的夜晚。当许妍将剩下的水果放进冰箱时，意外地看到了冰箱中满满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那一瓶瓶桂花蜜仿佛是姥姥对她无声的爱。许妍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对姥姥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那些被她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愧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我一定会接你到荆州去的，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许妍自幼便在姥姥的悉心照料下长大，内心中对姥姥的情感也格外深厚。当她独自坐上返回荆州的大巴车，而她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那些与姥姥共度的珍贵时光。小时候每一次生日回到姥姥家，姥姥早早的就为她准备了香甜的生日蛋糕，让年幼的许妍满心欢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姥姥语重心长地对许妍说，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
学，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姥姥的话语也成功照亮了许妍前行的道路。许妍没有辜负姥姥的期望，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成功考入了荆州传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当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激动与喜悦涌上心头，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姥姥，想要与她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为了让许妍能够在大学里过上美好的校园生活，姥姥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许妍。那一张小小的银行卡承载着姥姥无尽的爱与关怀。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许妍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让姥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大学期间，许妍不仅在学业上刻苦钻研，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各种兼职。她穿上厚重的玩偶服，穿梭在餐厅的各个角落，还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当起了家教老师。而她省吃俭用，将剩下的钱寄回去给姥姥，只为报答姥姥曾经的养育之恩。回到荆州后，许妍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刚与她见面的沈浩明满心欢喜地送给她一颗20克拉的大钻戒。此时的许妍心中五味杂陈，她深知自己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撒下了谎言，如今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那些过失，去报答那些自己对不起的人。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意外地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方磊。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方磊身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沈浩明面前，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给沈浩明介绍对于本次竞拍土地的看法。他的见解独到而深刻，让沈浩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下班之后，沈浩明特意找上了方磊，他心中充满了好奇，便问起方磊为何一声不响地回国并来到自己的公司。方磊嘴角微微上扬，打趣地回绝了这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了一张曾经大学时期沈浩明送给自己的衣服照片。你大二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了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然而他们二人的举动却被一旁的许妍看得一清二楚。许妍发信息告诉沈浩明自己已经到楼下了。接到信息的沈浩明下意识地向方磊展示起手中的戒指，语气坚定地说自己准备结婚了，还表示有机会会介绍给他认识。说完他便匆匆告别了这位老同学。但很快许妍和方磊便迎来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许妍打听到方磊在学做菜，便也来到了厨房之中。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说起二人似乎在金达集团见过。方磊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你好，我是许妍。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此时的方磊也说起了他们家与沈家是世交，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许妍听后心中暗自警惕，她将方磊当成了潜在的对手，表面上却亲切地称方磊为妹妹。这看似友好的称呼，实则是在向方磊宣示着自己的主权。随后许妍看着方磊做好的沙拉，她便上前请求品尝一块。吃完后，她热情地邀请方磊去吃饭。在饭桌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方磊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许妍，便说起在留学的时候沈浩明对自己的照顾。他还提到以后在公司可能还要麻烦沈浩明。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眼看在言语上似乎占不到上风的方磊，便说起了许妍这么漂亮，和沈浩明即将要结婚，自己准备给二人当伴娘。在这场爱与较量的复杂乐章中，许妍、沈浩明和方磊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的故事有将会如何发展？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许妍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精致绝伦的婚纱，宛如从童话中走出的公主。她手捧着馥郁芬芳的鲜花，缓缓地朝着站在台前的爱人沈浩明走去。此刻，沈浩明身着笔挺的黑色西装，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期待。当许妍终于走到他身边，两人相视一笑，随后他们一同挽起手臂，迈着坚定而又和谐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那象征着永恒与幸福的婚姻殿堂。在众人的瞩目下，他们来到了台前，司仪面带微笑开始主持这场神圣的仪式。许妍和沈浩明在司仪的引导下，缓缓伸出双手，交换着那承载着彼此承诺与深情的婚戒。当两枚婚戒稳稳地戴在对方的手上时，仿佛时间都为之静止。紧接着，在这幸福洋溢的日子里，他们相互拥吻在一起。台下的众人被这温馨浪漫的一幕所感染，纷纷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一同见证着这美好的瞬间，为他们的爱情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然而，婚礼的热闹氛围还未完全消散，仪式结束后，众人便开始忙碌地招待剩下的宾客。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真正的外国大学老师许叔叔。许叔叔夫妻二人不经意间看到结婚照上的许妍，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妍？是有点像啊，是他吧？许叔叔随后来到许妍面前，许妍看到他的那一刻，内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慌张起来。他最担心的事情似乎要发生了，他害怕许叔叔的前来会无情地揭穿他父母的真实身份。毕竟这场婚礼上他所呈现的父母形象都是精心伪造的。于是他强装镇定，试探性地问起许叔叔本次回国的原因。当得知许叔叔要多留在国内几天时，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沈浩明恰巧来到了这里。在
在众人的热情邀请和一番介绍之下，许叔叔成功被邀请前去一同参加宴会。此时的许岩内心之中变得极度不安起来，就连在给宾客们敬酒的时候，他的眼光还是不断偷偷看向一旁的许叔叔，生怕他会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许叔叔竟然和贾父母之间碰面，并开始交谈起来。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是吗？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许岩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感觉事情开始走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方向，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即将被无情的戳穿。也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看出了许岩似乎有心事一般，眼神中满是关切，他轻声让许岩前去照顾爸妈。许岩听到这话，急忙出现，巧妙地缓解了即将要露出马脚的谎言。随后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许岩灵机一动，提议让众人一起合一张照片。随后他示意贾母动手，自己则假装要去叫沈浩明匆匆离开。随着贾母故意推倒贾父的胳膊，红酒瞬间洒在了许叔叔的身上。许叔叔微微一愣，随即笑着说出自住在楼上，自己去换套衣服就行了。这场危机也终于暂时被缓解了。许岩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的不安却并未完全消散。另一边，沈浩明带着方磊向一众朋友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妹妹，法律系毕业，如今还单身。方磊本就气质出众，再加上这番介绍，很快便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纷纷主动加上他的微信。等到忙完一切的沈浩明回到房间中准备休息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方磊的信息。无边泳池间，你说喝醉的人是不是很容易淹死啊？随后沈浩明看着睡着的许岩，心中经过一番挣扎后，决定前去面见方磊。他本想着让醉酒的方磊尽快上岸，然而方磊却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要在这里醒酒，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与落寞。就在沈浩明准备无奈离开的时候，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见面的事情已经被许岩尽收眼底。这场婚礼所带来的风波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沈浩明与许岩大婚当夜，方磊竟在这个特殊时刻向沈浩明毫无保留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意。不仅如此，方磊还对许岩冷嘲热讽起来，直言许岩刚见面时就刻意装作清纯的模样，在他眼中许岩俨然成了一个心机深沉的女子。当他追问沈浩明为何要与许岩结婚时，沈浩明面色微沉，并不想回应这个问题，随后便匆匆离开了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地方，只留下方磊一人站在原地。第二天原本是沈浩明和许岩满心欢喜准备去国外度蜜月的日子，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方磊竟然不期而至。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息，二人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吵了起来。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小插曲并没有给许岩带来过多的困扰。在异国他乡，他尽情地享受着这段美好的时光，与沈浩明一起漫步在浪漫的街头，欣赏着别样的风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回来后，他们惊喜地发现方磊此刻也与上一次在婚礼上认识的男生走到了一起。看到这一幕，沈浩明和许岩相视一笑，仿佛之前的那些不愉快都已烟消云散。随后，沈浩明便准备和许岩一起回家看姥姥，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姥姥的思念与期待。看到沈浩明和许岩相处得如此开心，不禁让人感慨，遇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是多么难能可贵。终于，二人一同来到了乡下老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姥姥。三人相见，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姥姥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热情地招呼着他们。随后便开始忙碌地准备为沈浩明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然而就在沈浩明和姥姥谈起许岩家庭情况的时候，许岩突然带着结婚照出现在此，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许岩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与期待，他拉着沈浩明一起去将结婚照挂起来。等到晚上的时候，为了防止姥姥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许岩便打算和姥姥睡在一起。然而就在即将要睡觉的时候，姥姥缓缓开口说起了一件事。你爸爸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虽然幸运的是肿瘤是良性的，但医生叮嘱以后不能再操劳了。第二天，姥姥刚出门就发现了已经早早起来的沈浩明，二人便决定一起前去买菜，一路上有说有笑。此时的沈浩明说起可以接姥姥前去荆州居住，这样能更好的照顾她。然而姥姥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不愿意去大城市生活，她觉得乡下才是自己的根，有着熟悉的一切。随后姥姥说起许岩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让沈浩明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许岩，眼神中满是嘱托与期待。另一边，许岩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的情况，他深知父亲独自生活的不易，于是便将一份信送到父亲门前。父亲打开信后，才发现里面是许岩的银行卡，里面的钱治病了。
立马乔铃生日。然而回到荆州的许岩和沈浩明并没有闲着，二人一起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上。就在许岩正在欣赏着四合院的时候，突然沈浩明说出了一件让他震惊不已的事情。原来这间四合院已经属于许岩了。沈浩明考虑到许岩想要成为新闻主持人，而这个职业必须要结交广泛的人脉，于是便精心策划，让许岩利用四合院去结交更多的人，为他的事业助力。随后来到房间中的沈浩明还贴心地为许岩量起了身高，动作轻柔而又充满爱意，仿佛这是为许岩弥补小时候缺失的经历，让他感受到被宠爱、被呵护的温暖。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许岩和沈浩明的未来正如同这四合院中的阳光一般明亮而又充满希望，他们将携手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别吞吞吐吐，说。黄总说你是太子爷。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沈浩明志在必得的18号地项目竟横生波折。对方公司黄总听闻沈浩明是太子爷，并不想与他过快的签订合同。沈浩明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虽心中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按照原计划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回到家中，妈妈看着沈浩明疲惫又烦闷的神情，心疼不已，便劝说他刚进公司，很多事情处理起来难免棘手，有些难题还是先让你爸爸去解决为好。毕竟面对新人，合作时难免会有所顾虑。沈浩明听着妈妈的话，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妈妈是为他好，但自己内心的那股倔强和想要证明自己的决心，让他一时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敏锐地察觉到了沈浩明此刻的烦闷与苦恼，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决定要为沈浩明做些什么。到了晚上，许岩轻轻拉着沈浩明的手，二人一同来到了泳池旁边的台阶旁。许岩从女佣那里打听到，台阶上有一处沈浩明小时候做的石雕。原来小时候这处台阶缺失了一角，父亲本想着找人修补，却被年幼的沈浩明拦了下来。沈浩明凭借着自己稚嫩却充满创意的想法，亲手制作出了这个石雕。此刻在柔和的月光下，许岩看着石雕上面有一只小熊和一扇窗户，他意识到这只小熊就如同小时候的沈浩明，躲在房间中。虽然内心可能充满了孤单与无助，但他却总是把所有的不开心都深埋在心底，只展现出开心快乐的一面给外人看。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走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希望沈浩明能明白，真正的伴侣不仅能看到他的光芒，更能与他一同分担生活中的风雨。终于，浩明被许岩的真诚和温暖所打动，那道一直紧闭的内心防线渐渐有了松动的迹象。他轻轻将许岩拥入怀中，二人在这静谧的夜晚紧紧相依。为了帮助沈浩明解决18号地项目的难题，许岩开始四处奔走，积极打听对方公司黄总的消息。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和多方打听，他终于得知黄总为人十分古怪。原来黄总的老婆曾经身患重病，黄总不顾一切地放下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全心全意地陪着老婆四处看病。然而尽管他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倾尽了所有的心血，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老婆的生命。这件事对黄总的打击极大，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彻底打乱。此后他的许多行为都变得十分奇怪。如今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只剩下在养老院的岳母于淑芬。于是一个计划在许岩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第二天，许岩以捐款的名义，精心准备后成功来到了养老院。在与工作人员一番客套的交流后，他便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准备前去见于淑芬。当他终于见到于淑芬时，却发现老人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且处于中晚期，状态十分不好。老人的眼神迷茫而空洞，不仅拿着扫把到处击打，嘴里还念念有词，又用手里的泥巴捏成素丸子。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想起了姥姥做的素丸子，那熟悉的味道和温暖的场景，如同电影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放。晚上回到家，许岩便和姥姥开始打视频电话，让姥姥指导自己做丸子。第二天，许岩再次去拜访于淑芬，他先是从包里拿出精心准备的美味桂花蛋糕，随后许岩想起之前了解到的信息，说起他和自己的姥姥都是支援边疆建设的第一批援疆人，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回忆。果然，这一番话语让于淑芬暂时稳定了下来。然而就在许岩准备喂他吃蛋糕的时候，老人突然又一次失去了记忆，他眼神变得迷茫而警惕，认为许岩是小偷，不仅将蛋糕弄在许岩的身上，还紧张地拿出自己的泥巴丸子开始查看。眼看自己的泥巴丸子没缺少后，许岩便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素丸子。当于淑芬看到这熟悉的素丸子时，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和熟悉，她的病情似乎在这一刻缓解了很多。在许岩温柔的安慰下，于淑芬开始吃起了蛋糕。许岩知道自己的这个计划或许能为解决18号地项目的难题带来一丝转机，而他与沈浩明之间的感情也在这共同的经历中变得更加深厚和坚定。许岩始终怀着满满的耐心与爱心，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养老院陪伴于淑芬。他知道，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而言，
陪伴与关怀是治疗病情的良药。许岩日复一日来到养老院，陪于淑芬坐在电视机前，和她一起看着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电视节目。锻炼时间到了，许岩会和于淑芬一起做操。到了吃药的时间，许岩更是格外用心，想方设法看着老人把药吃下去。终于在许岩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下，奇迹终于出现了。于淑芬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她那原本混沌的眼神中渐渐有了清晰的光彩，甚至还能清晰地认出这个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您刚才叫我什么？叫你许岩。您记得我名字了？我一直记着你的名字呀。于淑芬病情的好转，自然也引起了黄总的注意。黄总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来看望岳母，但每次来都能看到许岩在这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人。他看着许岩耐心地为岳母做出的这些事情，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感动。他意识到这个女孩是多么的伟大，于是黄总开始多方打听许岩的身份。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得知，原来这个一直默默照顾自己岳母的女孩，竟然是沈浩明的妻子。随后，黄总约上了沈浩明。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这次见面，黄总表面上说是想和沈浩明一起打球娱乐一下，然而随着交流的深入，话题逐渐转到了工作上。沈浩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开始有条理地分析起黄总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如今黄总的公司正面临着明远集团的激烈竞争，在市场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而只有两家公司展开合作，才能整合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完美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让黄总的公司顺利进入核心的竞争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打完球一起吃个饭，到时候详聊。然而，就在沈浩明和黄总为了合作事宜积极沟通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正悄然袭来。和许岩处处作对的孙思维对许岩充满了嫉妒和敌意。这天，他从同事这里突然看到一则新闻，新闻上报道了一名女子利用假身份，请演员先后和3个男人举办婚礼，从中骗取了巨额彩礼。这则新闻瞬间吸引了孙思维的注意力。就在他仔细看新闻图片的时候，突然觉得图片上的演员有些眼熟。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之前不久许岩结婚的场景。当时许岩在整个公司只邀请了主任和一位闺蜜参加婚礼，这让孙思维一直心存疑虑。此刻这个念头如同野草一般在他心中疯长起来。于是孙思维来到主任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盒茶叶，脸上堆满了虚伪的笑容，说是来给主任送茶叶的，实际上想要得到主任手机中的照片。他装作不经意地和主任聊起天，然后表示自己想要看看许岩婚礼的布置，说是想为自己以后结婚做打算。主任没有多想，便把手机递给了他。孙思维接过手机，装作认真查看的样子，实际上却在悄悄地将照片传到自己手机上。得到照片后，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比刚刚看到的新闻。果然，他发现照片上的2个人竟然出奇的相像。此刻许岩的父亲是演员的事情暴露无遗，孙思维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立刻找到了自己多年来一直联系的狗仔，在狗仔的指引下，成功找到了许岩的假父亲。孙思维和狗仔气势汹汹地来到假父亲面前，准备拉着他上车，想从他口中套出更多关于许岩的秘密。然而这位假父亲显然不愿意配合，他皱着眉头，一脸不悦地表明自己根本不认识许岩，还强调自己压根都不姓许。他试图挣脱孙思维和狗仔的拉扯。你别着急，我现在不需要你承认什么。我们既然能找到你呢，肯定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喽。合作一下吧。自从许岩假父亲的身份被死对头孙思维知晓后，公司里的氛围便悄然发生了变化。第二天，孙思维一踏入公司，那阴阳怪气的姿态便展露无遗。他刻意找到许岩，说起听闻许岩打算报名财经主持人，他也决定要参与其中，并且不屑于使用那些常规稿子，打算凭借样片将许岩彻底击败。许岩听着孙思维这番夹枪带棒的话语，心中虽有波澜，但并未过多表露。终于选拔的日子来临，许岩身着简约而得体的职业装，步伐坚定地走上舞台。他站在聚光灯下，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从容，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主持能力，成功让在场的评委全都折服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次财经主持人的位置非许岩莫属。众人看着许岩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都觉得胜利已然属于他。同时有人开始讨论着等结束后要提前开启庆功宴。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圆满的时刻，主任和孙思维匆匆赶到了这里。孙思维的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他向主任示意后，主任说到新闻样片那边人手不足，希望许岩能够前去帮忙。许岩一听，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情愿。
他刚想开口拒绝，可主任却一脸严肃地强调同事之间帮助是正常的。许妍无奈只好跟着他们前往节目现场。当许妍来到节目现场时，眼前的画面让他瞬间愣住了。屏幕上正播放着请演员骗婚的新闻，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孙思维竟然将他的假父亲也请到了台上。许妍的心猛地一紧，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此时的许妍觉得压力剧增，环顾四周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时他只想逃离现场，找个能释放压力的地方。在众人紧张地注视着台上时，假父亲开始缓缓开口，说到自己参加那些婚礼只是为了给家里赚点钱补贴家用，也承认作为演员去过一些婚礼。孙思维见状立刻抓住机会问起许妍婚礼上的男人是不是他。此时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假父亲身上。众人看着画面上的人，认定了许妍的父亲也是别人假扮的。许妍也紧张地站了起来。这什么意思？你想做什么？你太离谱了！许妍，你这么拦着高先生不让他说话，是不是心里有鬼？孙思维看到许妍的反应，眼神中闪过一丝怀疑，仿佛认定了许妍是做贼心虚。然而假父亲接下来的话却让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他深吸一口气，诚恳地说道：“不是，那人不是我。”自己确实参加过假婚礼，但是许妍婚礼上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根本不是自己压根就没有那个气质。众人一听，纷纷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觉得是孙思维故意找茬。这时许妍趁机说起了父亲脖子上没有胎记的事实，计划失败的孙思维也开始愤怒地大喊起来：“串通好了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原来自从听到孙思维之前阴阳怪气的话后，便立刻联系上了假父亲，两人商量好了应对之策，才出现了如今的这一幕。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孙思维见自己的计划落空，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他出去后立刻掏出手机，让朋友赶紧过来帮他解决许妍这个麻烦。许妍看着孙思维疯狂的样子，心中却没有丝毫畏惧。他冷静地站在原地，说起孙思维太过用力对付他，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就在这时，许妍看到了上楼的沈浩明，他心中一动，故意羞辱起来孙思维。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有能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然而孙思维被许妍的举动彻底激怒，他失去理智，一掌打在了许妍的脸上。沈浩明听到动静急忙上前，他看到哭泣的许妍，脸上满是心疼和愤怒。陈理，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在3楼会议室集合。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你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咖啡店。谁也没料到这位周先生与许妍竟有过一段意外交集。当年的许妍和周先生都在咖啡店内，各自与工作中介交谈着。许妍正为简历上父母职业一栏而苦恼，然而就在她愁眉不展时，面试官竟提出一个荒唐要求，让许妍在资料上作假，写成有国外经商经历。许妍一时陷入两难，内心纠结万分。就在这关键时刻，周同学挺身而出，及时阻止了许妍的作假行为。他认真地对许妍说，这种作假一旦被揭露，之前积累的所有信誉都会毁于一旦，未来的路将会布满荆棘。许妍听后陷入沉思，经过再三权衡，他最终决定以诚相待，如实填写资料。中介见无法忽悠许妍，便以各种理由拒绝为他介绍工作，随后气冲冲地离开了咖啡店。你这样，你这单我就做不了了，好不好？佣金有糊也不拿了。什么情况？许妍失落地走在路上，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又是一个公司拒绝她的电话。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的心情坠入谷底。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周同学出现了，他手中拿着2朵用简历做成的向日葵，递到许妍面前，温柔地鼓励她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那2朵向日葵在夕阳的余晖下，仿佛散发着希望的光芒。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就在这时，周同学也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他被公司拒绝的消息。不好意思啊，现在我也需要1朵。投资人手约不来了。那一刻，黄昏的光线洒在他们身上，两人竟成了同病相怜的苦命人。在交谈中，他们才知晓彼此的身份。回忆至此，许妍回过神来，看向面前的周泽远，好奇地询问他找到自己的原因。周泽远微微一笑，带着许妍来到自己的公司。一进公司便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气息。周泽远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公司的情况。公司近期完成了一系列融资，还在全世界各地开设了分部，甚至与各大知名机构达成了深度合作。此刻的他意气风发，浑身散发着功成名就企业家的自信光芒。二人来到办公室后，周泽远道出此次邀请许妍前来的真实目的，他希望通过许妍结识沈浩明，从而达成更多合作。许妍表面上不动声色，欣然同意，但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他提出想看看公司最近几年的财务报表，想对公司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就在这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说有重要的协议要与周泽远签订。周泽远抱歉地看了许妍一眼，便和朋友离开了办公室。许妍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的过程中，起身去了一趟厕所，没想到在厕所里，他竟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我
往这一坐，啥也不干，1天500呢，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验证这家公司是否如他所疑是个皮包公司，许岩决定四处探寻一番。他来到公司的设备区，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操作着，却怎么也启动不了相关设备。他又看到有人打电话，走近一看，才发现电话线根本就没接上。再来到文件区，一旁的文件夹空空如也，没有一份有价值的文件。此时的许岩心中已然确定，这就是一家皮包公司。看着前来的周泽远，许岩强装镇定，说自己有事要先回去。周泽远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于是看到了旁边空荡荡的文件夹，瞬间明白了许岩的意图。回到家中的许岩本想好好犒劳自己，美美的吃上一顿大餐，可这时沈浩明说想请来到荆州的姐姐和许岩一起吃顿饭。于是第二天三人来到一家豪华定制餐厅，餐厅里环境优雅，处处透露着奢华的气息。此时的姐姐为了让沈浩明明白许岩的心意，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许岩在学生时期的种种优点。她说许岩在学习上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在生活中善良热心，乐于助人，还特别提到许岩经常在别人面前夸奖沈浩明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姐姐希望通过这些话能让沈浩明看到许岩对他的深情，也能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但是她一旦动了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得珍惜，你知道吗？放心吧，我会的。从许岩与沈浩明、乔林三人共进晚餐后，许岩和姐姐乔林并肩漫步在街头。许岩心中一直存着个疑惑，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到乔林，为何今天吃饭的时候一直在沈浩明面前夸自己？乔林微微一笑，缓缓说道：你以为我想啊？我还不是为了让他知道你很爱他吗？原来他之前咨询过律师，得知许岩和沈浩明之间的这段感情只要是真实纯粹的，即便有一天这场复杂的骗局被彻底揭穿，他们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许岩听后心中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来，他和姐姐乔林之间的感情从未消失，只是被岁月和那一次次的刻意不见所掩盖，像被尘封在角落里的珍宝，等待着被重新发现。走着走着，许岩的目光被路边一对亲密的闺蜜吸引，她们头靠着头，共同听着耳机里的歌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温馨的一幕让许岩的思绪飘回到了过去。曾经他也在街边满心欢喜地看着一款心仪的 MP3， 眼中满是渴望。而姐姐乔林就像他生命中的天使，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这份小心思，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 MP3 送给了他。姐妹俩兴奋地插上耳机，手牵着手，一路欢声笑语地走回家中。那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如同眼前这对闺蜜一般亲密无间，彼此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想到这里，许岩才真切地意识到，他和姐姐之间的感情从未褪色，那份深厚的情谊一直都在。第二天，许岩接到了陪伴沈浩明弟弟沈浩辰的任务。当沈浩辰看到前来陪伴自己的是许岩而不是哥哥时，原本期待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无论许岩如何苦口婆心的劝告，他都一脸冷漠，不愿多说一句话。沈浩辰心里只想着去马场骑马，仿佛只有在马背上飞驰，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失落。许岩无奈只好跟着他来到马场，在场外为他拍照拍视频。沈浩辰骑上新换的马，眼神中透着一股无畏的倔强。他在马场上肆意驰骋，风在他耳边呼啸而过。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由于他过于大意，在一个急转弯处，脚从脚蹬上滑落，整个人从马背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很快家人纷纷赶到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沈浩辰腿部骨折，需要卧床休息。病房里气氛有些压抑，许岩和护工也来到了病房。儿子，爸爸和妈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酬，明天再来看你。我们先走了。我们跟师傅老板吃饭。我有个事情。我有个重要聚餐，我快知道了。哦，回来再说。这时爸妈和沈浩明因为有急事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三人。沈浩辰看着家人又一次匆匆离去，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他觉得家人总是忽略他，于是情绪失控，拿起身边的水果就砸向护工。护工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只好默默离开。病房里顿时只剩下许岩和沈浩辰。许岩看着情绪激动的沈浩辰，并没有选择一味的纵容他，他只是默默地将食物放在沈浩辰面前，然后静静地坐在一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沈浩辰看着手中的漫画书，渐渐觉得有些无聊。他时不时地偷偷瞟一眼许岩，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许岩察觉到了沈浩辰的变化，心中暗自好笑。他知道这个看似叛逆的男孩内心其实也有柔软的一面，于是他轻声说道：“可以玩半个小时游戏。”沈浩辰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没有恶意的交流，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许岩拿出手机，翻出之前在马场拍摄的沈浩辰骑马的照片和视频。沈浩辰看着屏幕里自己英姿飒爽的模样，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他们一边看着视频，一边分享着骑马时的感受。二人之间的隔阂也在这一来一往的交流中不断消除。到了晚上，沈浩明匆
匆匆赶到医院。许妍看着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白天就注意到的事情。他将手机里的视频播放给沈浩明看，然后认真地分析道：沈浩辰摔下马，很可能是他自己故意松开脚蹬的，他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家人的关心。因为我观察过浩辰，每次爸妈和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开心快乐。当你们离开，他就会变得很沮丧。当众人都认定沈浩辰从马背上摔下不过是一场意外时，许妍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经过对视频仔细的分析后，许妍向沈浩明道出了自己的推测：沈浩辰是故意摔下马，只为博得家人的关心。为了让沈浩明更深刻地理解沈浩辰的内心，许妍缓缓讲起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个小女孩，因家中经济负担过重，被无奈送去别人家寄养。尽管后来她被接回了家，可始终难以得到渴望的爱与陪伴。小女孩的父母对她的关注少之又少，哪怕小女孩的手被划伤，鲜血直流，父母也只是匆匆瞥一眼，便立刻跑去关心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姐姐。许妍深知，在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无法替代亲人之间真挚的爱与陪伴。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他决定和沈浩明商量，不让弟弟沈浩辰出国，而是多给他一些关爱。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沈浩辰走出孤独，更是为了不让自己曾经经历的痛苦在沈浩辰身上重演。然而他们二人的对话却被躺在病床上装睡的沈浩辰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许妍带着精心准备的早餐来到病房。当他走进病房时，竟第一次听到沈浩辰称呼他为嫂子，那声音虽带着几分羞涩，却透着真诚。你刚才是叫我嫂子吗？嫂子。许妍微微一怔，随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能感觉到沈浩辰正在一步一步的改变，变得温暖而懂事。就在这时，爸妈来到了病房。许妍在病房外拦住了他们，她希望爸妈能留下来一天，好好陪陪沈浩辰。她告诉爸妈，沈浩辰现在的状态很不好，内心极度渴望家人的陪伴。说着，许妍拿出了沈浩辰的话，那些话里大多是一个孤独的人影，在空旷的世界里徘徊。爸妈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脸上的担忧愈发浓重。许妍接着说道：沈浩辰平时陪伴最多的人只有家中的保姆阿姨，他最需要的不是昂贵的玩具，也不是奢华的生活，而是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暖。爸妈听后陷入了沉思，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忽略了沈浩辰的感受。在许妍的努力下，一家人终于齐聚在病房里，他们围坐在沈浩辰的床边，聊着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虽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家人在这平凡而又珍贵的时光里，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1周之后，沈浩明来接许妍下班。为了感谢许妍这段时间的付出，让沈浩辰有了如此大的改变，沈浩明直接送了他一辆保时捷。我只想给你你想要的生活。你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许妍刚准备去开车，手机却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是周泽远发来的，他想和许妍见一面。许妍无奈地叹了口气，只好开车前去赴约。见面后，许妍开门见山，直言周泽远与沈浩明的合作不可能达成。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出了整个公司都是临时演员的事实。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一场骗局。其实被你看穿，我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请临时演员的套路，你比我熟悉。周泽远还提到许妍的父母，称他们并不在国外，而是在一个小县城里。他觉得让许妍帮他一把不过是小事一桩。许妍听着周泽远的话，心中五味杂陈。他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充满阳光的男人，如今却变得如此功利和世故，仿佛变了一个人。周泽远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不过是需要一个身份来包装自己，就像许妍营造高知家庭背景一样。许妍听着他荒谬的言论，心中涌起一股怒火。他终于明白，眼前的周泽远已经彻底迷失了自我，被欲望和虚荣冲昏了头脑。在竞争激烈的职场舞台上，乔林虽仅有高中学历，却凭借着自身出色的能力，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了评委老师们的认可，顺利进入了总部销售团队的预选名单之中。那一刻，乔林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然而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他心中的热情。当领导仔细查看乔林的学历信息后，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原来在总部销售团队这样高要求的岗位上，对学历有着明确的规定，乔林的学历明显过低。尽管他能力出众，但规则就是规则，领导无奈之下，只能忍痛让乔林退出这个来之不易的预选名单。乔林回到柜台后，得知了自己落选的消息，那一刻他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于是为了打破这一苦恼，乔林想到了自己的男神于一鸣。他鼓起勇气找到于一鸣，向他倾诉自己为了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决定报考一个成人大学。终于在他软磨硬泡下，于一鸣答应帮他补习数学。但我先跟你说好了，我不一定教得会。你肯定教得会，于老师来。
可命运似乎总爱捉弄这对苦命鸳鸯。没多久，于一鸣想要做高危手术的事情被主任得知了。主任深知患者还小，如果手术过于危险，不仅会对患者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还会让医院承担巨大的责任。于是便想着回去和其他医生商量一下再做定夺。此时的于一鸣内心烦闷不已，他觉得自己的方案没问题，能够及时治疗孩子，然而主任却不愿意承担风险。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他第一次来到了街边的烧烤摊。就在这个时候，乔琳看到了他，看到于一鸣如此苦恼的模样，他毫不犹豫地走到于一鸣身边，陪他一起喝了起来。于一鸣平时很少喝酒，没过多久他便醉了过去。于是乔琳费力地背起于一鸣朝着家中走去。第二天，二人醒来之后，于一鸣满脸愧疚看着乔琳，说起最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昨晚才会失态，甚至醉酒还吐了起来。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责和无奈。那以后绝对不会发生了。没有可以发生啊。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你平时压力太大了嘛，就偶尔这样放松一下，不是对你自己挺好。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周泽远竟然凭借着神母闺蜜的关系，成功见到了许妍。当许妍看到眼前这个男人时，心中涌起一股极度的恶心。趁着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许妍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了。可周泽远哪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他立刻追了出来，拦住了许妍的去路，试图说服许妍，表示自己只是希望凭借着沈家集团的名声去赚钱，根本不会对沈家造成什么影响。我给你讲一个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平安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许妍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坚决地拒绝了他。然而周泽远并没有就此罢休，没过多久，他竟然凭借着一些消息找到了正在吃饭的许妍和沈浩明。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妍的好朋友。啊，你好，你也来这里吃饭？许妍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当许妍看到周泽远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她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多么的难缠，而且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其实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那个泽远的公司呢，是做医疗相关的。果然，最让许妍忐忑不安的预感还是成了现实。此刻，许妍、沈浩明与周泽远三人意外地聚在了一起。饭局上，周泽远不失时机地提起了公司的事务，这令本就心情复杂的许妍愈发难以承受。她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直到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波澜，借故前往洗手间。然而，当她从洗手间返回，却意外发现周泽远竟在外等候。周泽远满心以为许妍会成为他的助力，却未曾料到许妍的态度坚决而明确。她不愿意，也绝不会让丈夫沈浩明卷入周泽远精心编织的骗局之中。在许妍心中，沈浩明的位置无可替代，她深爱着他，即便有一天谎言被揭穿，她也宁愿自己承担所有后果，保护沈浩明免受牵连。看来你是真的想做一个好夫人啊！我成全你，你不想用你老公的钱也可以。你把钱给我。然而吃完饭后的沈浩明也没有闲着，他暗中吩咐秘书深入调查周泽远的背景，试图揭开这位不速之客的真实面目。等到夜幕降临，许妍回到家中，面对周泽远接二连三的来电，他选择了沉默与忽视。他的目光温柔地落在沈浩明身上，这个在他生命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男人，他不愿让其受到任何伤害的存在。许妍心中暗自决定，哪怕自己的秘密终将暴露，也要确保沈浩明的安宁与幸福。次日，当许妍如常前往公司时，却在车库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惊险一幕。周泽远如同失控的野兽，将他逼至墙角。原来他的公司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情急之下，他竟将希望寄托在了许妍身上，企图通过施压让她屈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许妍的姐姐乔琳适时出现，她冷静地提醒周泽远此处装有监控，并假装拿起手机准备报警。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泽远见状只得悻悻离去，留下惊魂未定的姐妹二人。经历了这场风波后，姐妹俩在熟悉的咖啡馆坐下，乔琳关切地询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许妍只是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一场小误会，不愿过多提及。转而她询问起乔琳此行的目的，乔琳微笑着从包中取出一套化妆品作为礼物，感谢许妍默默为她支付了成人大学的学费。原来乔琳本打算在公司门口等待许妍，却因许妍直接驶入车库而错过了会面，这才有了之前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谈话间，乔琳还提到了之前与林涛之间的不愉快，并向许妍表达了诚挚的歉意。这一刻，姐妹俩之间的隔阂似乎在悄然消融，彼此的心也靠得更近了。乔琳的变化让许妍感到欣慰，就连那2杯提前买好的咖啡，也仿佛预示着他们关系的回暖。要一个你们这儿最贵的蛋糕，谢谢。谢谢丁凡，谢谢你啊。你请客。但周泽远的故事远未结束。不久，许妍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说已抵达荆州，并在一家宾馆约见他。当许岩踏入宾馆房间，却发现周泽远也在场，父亲则是一脸怒容。待周泽远离开后，父亲才道出心中的不满，提及许岩婚礼上使用假父母的事情，认为女儿为了攀附豪门，不惜牺牲家庭情感。面对父亲的指责，许岩内心五味杂陈。他坚定地告诉父亲，自己与沈浩明的婚姻纯粹出于爱情，绝非为了任何利益。他承认自己的选择可能难以被所有人理解，但在遇见沈浩明的那一刻起，他就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抓住这份真爱，与之共度余生。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许岩深知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物质或地位之上，他愿意为了这份感情承受外界的误解与非议，付出自己的一切。我也不想骗他，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当许岩的父母得知女儿欺骗众人的真相后，虽然他们知道未能从小陪伴在许岩身边，但也将她接回了家中，给予了她应有的照顾。此刻的愤怒如潮水般涌上父亲的心头，他冲动的想要立刻前往沈家，揭露许岩的真实身份。母亲见状急忙上前拦住了父亲，于是在许岩面前，父母开始了唱起红白脸。你们在演什么？他努力地说着自己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并非依赖他人，但父母似乎仍然不开心。许岩不禁开始怀疑，父母是否是因为想要从他这里得到钱财，或者认为这一切本应属于姐姐乔琳。父亲看着许岩那倔强而又无助的眼神，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他意识到，他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淡薄。你还姓乔吗？我不姓乔，我叫许岩。好，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然而，尽管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当父亲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许岩还是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他深知从小到大，自己始终未能真正获得父母那份无私而深沉的爱。与此同时，沈浩明突然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许岩竟然将他那辆心爱的保时捷给卖了。原来，为了平息这场由周泽远引发的风波，许岩决定自己出资解决问题。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但周泽远这个贪婪的家伙却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许岩给出的钱远远不够填补他公司的巨大窟窿，他必须得到沈浩明公司的投资，否则一旦公司破产，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揭露许岩的真实身份。就在周泽远再次对许岩施压时，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许岩终于忍无可忍，一巴掌将他打到了一边。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及时打来，邀请他一起打球。许岩心此时不想让沈浩明卷入这场复杂的纷争之中。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他，我不会放过你。你不就是想曝光我吗？你去啊！然而周泽远却趁机回拨了电话，他告诉沈浩明，许岩现在在他这里，并约定下午3人一同见面商讨投资事宜。下午时分，周泽远与沈浩明谈起了投资的事情。在得知了周泽远公司的困境后，沈浩明表示会交给秘书处理投资的事情，并暗示问题不大。但待周泽远离开后，许岩却急忙劝说沈浩明不要投资。他深知周泽远的公司和行业并不靠谱。沈浩明看着许岩焦急的神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安慰许岩说，这件事情的亏损在合理范围之内，他会安排别人去做这件事情，让他不必过于担心。然而就在许岩还想要继续劝说时，沈浩明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秘书那里得知周泽远打来了很多电话。在查明他公司的情况后，沈浩明也意识到周泽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于是他让秘书给周泽远回电话，表示公司愿意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会安排别的公司一起投资，资金会分批到位。在沈浩明的巧妙处理下，许岩的主播和主持人工作一切如常，丝毫没有受到外界风波的影响。然而许岩也渐渐意识到，这背后似乎有人在默默地帮助他保护他。当他回到家中时，沈浩明拿出了周泽远被抓的新闻给他看，他告诉许岩公司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并且还提起了他卖车的事情。他温柔地说，以后如果想要投资或者需要钱，可以直接问他要，不必再如此辛苦地自己承担。听着沈浩明的话，许岩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他深知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爱他、愿意为他遮风挡雨的男人。在未来的日子里，二人将携手共进，继续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也是我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不过我总觉得有人在帮我，但
我不知道是谁。在顺利化解接二连三的大麻烦后，许妍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系列事情顺利解决的背后，似乎有人在刻意地帮助着自己。这份来自未知的善意，让许妍既感动又有些不安。与此同时，许妍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反思之中。她意识到自己与沈浩明之间的感情不应该建立在谎言之上，她渴望能以真实的自己与沈浩明携手走过未来的每一天。于是，许妍暗暗下定决心，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沈浩明坦白一切。然而在这个时候，喜欢许妍的于一鸣意外出现在窗外。于一鸣的出现让原本就微妙的氛围变得更加复杂，三人索性坐下来一起吃起了火锅。于一鸣的眼中似乎只有许妍一人，他不停地为许妍夹菜，关心她的喜好，却完全忽略了坐在一旁的乔林。乔林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彻底被晾在了一边。于一鸣终于察觉到了乔林的不悦，为了缓和气氛，他主动提出这顿饭由他来请客。乔林闻言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他怒点了30盘羊肉，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饭后，许妍回到家中，处理完自己的事情后，鼓起勇气来到了沈浩明面前。他支支吾吾的试图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讲述一个朋友的故事。他说有个朋友为了能够结婚，在婚前隐瞒了老公一些事情，然而婚后的感情却出乎意料的好。现在这个朋友想要向老公坦白一切。沈浩明听着许妍的讲述，沉思片刻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既然婚后的感情已经很好，那么继续隐瞒下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一旦坦白，就像在两人的心中埋下了一根刺，随时可能引发矛盾。他更看重的是夫妻二人之间的结果，认为只要能够幸福的走下去，有些秘密或许可以永远保留。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要老为别人的事情发愁，行不行？相信你老公吧。说完这些，沈浩明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到了即将到来的金达酒会上。他希望许妍能够帮助自己做好功课，了解即将参加酒会的蒋云和蒋亮2位重要人物，以便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从而获得他们家基金公司的支持。酒会当天，沈浩明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就在这时，他意外地撞见了方磊正在调配一种熟悉的解酒秘方——番茄汁和蜂蜜的混合物。这一幕瞬间勾起了沈浩明的回忆，他想起曾经和一个女孩之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也曾一起喝过这种解酒秘方，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夜晚。然而眼前的方磊并没有注意到沈浩明，他蹲下身，细心地为蒋亮擦去了皮鞋上的污渍。蒋亮看着眼前这个细心的女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悄然拉近。他们约定接下来一起前去喝酒，继续深入交流。没吃点东西，一会儿过来找我。沈浩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五味杂陈。他走上前去，对方磊刚刚的行为表示了不满。他认为方磊的行为有失体统，可能会给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不会给他们之间的合作带来任何帮助。然而方磊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么多的计划，只是想要促进两家之间的关系，即使让自己做花瓶和陪衬，也毫无怨言。沈浩明听着方磊的话，心中渐渐涌起一股感动。他开始意识到，方磊或许为了自己甘愿付出这么多，这份深情和牺牲让沈浩明有些动容。就在这时，许妍也来到了酒会现场，她穿着一身户外马甲，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向公司的一把手蒋云解释说自己今天外采，因此才穿成这样，为此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然而蒋云却对许妍的马甲表示了赞赏，他认为这确实完全符合出外勤的需要。许妍见状，趁机拿出了自己的各种工作用品，一应俱全。这份专业和细致彻底引起了蒋云的注意。蒋云邀请许妍来到自己的换衣间，换上礼服来参加今天的酒会。他希望许妍能够以更加得体的形象出现在这个重要的场合。许妍换上礼服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许妍凭借自身出色的能力，成功为沈浩明争取到了与蒋云、蒋亮单独见面商讨合作的机会。这本该是沈浩明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当双方真正坐下来洽谈时，蒋云和蒋亮却直言不讳地表示，沈浩明并非他们心中最理想的合作人选。面对蒋云和蒋亮的质疑，沈浩明提及许妍是公众人物，其影响力能够为合作带来一种独特的真实感与关注度，并且昨晚三人合照流出后，第二天便迅速冲上了热搜。这一波热度不仅让合作项目备受瞩目，两家的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就在蒋云和蒋亮以为沈浩明会因此更加急切地争取合作时，沈浩明却反将一军。他云淡风轻地透露，自己手中并非只有这一个选择，还有另外4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合作事宜告一段落后，沈浩明为了表达对许妍那天出色表现的感谢，特意来接她下班。他手中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是一串璀璨夺目的鸽子蛋大钻石项链。许妍看着这份厚礼，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她为沈浩明的用心而感动；另一方面，随着沈浩明礼物的愈发贵重，她内心的愧疚也如潮水般不断涌来。她
他开始对自己当初为了促成合作而编织的谎言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些被刻意隐藏的真相，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炸得粉碎。坐在车上的许岩望着窗外的街景，思绪却飘得很远。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林涛得知乔林竟然和于一鸣走到了一起，他怒气冲冲地来到荆州，找到了于一鸣的科室。就在他准备发作的时候，乔林出现了。他迅速将林涛拉到楼梯间，神色严肃地告诉他，自己和他早就已经分手了，现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就在乔林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乔林的包不小心掉落在地，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其中成人大学考试的资料格外显眼。林涛看到后顿时恍然大悟，他以为乔林去提升学历就是为了能够配得上于一鸣。他得意洋洋地看着乔林，声称自己压根不在乎他有没有文化，聪不聪明。乔林听了这番话，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他拿起手中的包，疯狂地砸向林涛。就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于一鸣及时出现，阻止了这场闹剧。另一边，沈浩明原本精心策划，打算给许岩过一个难忘而开心的生日。他准备了浪漫的晚餐、精美的礼物，满心期待着能给许岩一个惊喜。然而，就在他准备出发去接许岩的时候，方磊的电话打了过来。喂，时间还真是快，他都长这么高了。你现在在哪儿？无奈之下，沈浩明只好改变计划，先去了方磊那里。当他看到独自一人的方磊时，心中便有了离开的打算。然而方磊却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他利用和孩子见面的事情来胁迫沈浩明，试图让他留下来陪自己。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跟你原本就是真正意义上割舍不断的家人。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娶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就在沈浩明再次想要离开的时候，方磊竟然吃下了一瓶安眠药。沈浩明见状顾不上其他，立刻将方磊送往医院。而此时独自留在工作室的许岩，还在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沈浩明的到来。他不知道一场意外已经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回到家中的沈浩明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恍惚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曾经那个前女友因为潜水身亡的场景。那段痛苦的回忆再次缠绕上他，让他的心情愈发沉重。我决定跟首科联手，把这些项目收回来。这不是扯吗？你收回来有什么用啊？有地皮吗？我跟首科通过镜头拿下了。签约当日风云突变，世丰集团的老总因行贿丑闻被执法部门带走。沈浩明的父亲作为相关方，受到极大牵连，公司股票如断崖般暴跌。之前精心谈好的各项合作合约也纷纷遭到合作方的质疑与搁置，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然而就在这个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沈浩明却镇定自若地站了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一系列早已谋划好的计划，父亲这才惊觉原来沈浩明早有布局。他敏锐地察觉到世丰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那些真正为公司拼命干活的人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为了将关键人物拉入自己的团队中，沈浩明多次不辞辛劳地飞回国。终于在第6次回国时，他成功见到了那个关键人物。沈浩明以真诚和坦率的态度向对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和计划，二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了合作意向。为了让公司的股票尽快回暖，重振市场信心，沈浩明决定放出与首科合作的利好消息，但他提出要让自己的团队进入公司，并且成立一个独立部门。这个独立部门拥有高度的自主权，所有的人事任命和财务决策都必须有他自己的人参与其中，以确保计划的顺利推进和自身利益的保障。事实证明，沈浩明的这一长远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市知名房地产企业金达集团与首科地产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178号地段。两家企业分别表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标志着两家企业在多元化发展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沈浩明也凭借着这一系列操作，成功进入了公司的核心管理层。然而，权力格局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公司的一位老功臣吴叔眼睁睁看着沈浩明带人进入公司，自己的权力被逐渐架空，心中充满了愤懑与不甘。他找到沈浩明，试图表达自己的不满，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自己。沈浩明却早有准备，他平静地拿出一大份文件，上面详细记录着吴叔在公司盈利期间的种种行为。原来吴叔在公司赚钱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在美国和澳洲购置了多处房产，严重触犯了公司的利益。沈浩明直言，虽然吴叔是公司的功臣，但如今已经到了退位的时候。他拿出一份离职协议，同时表示会为吴叔争取到法院的轻判，毕竟吴叔在公司多年一直享受着高薪待遇。当晚，许岩来到公司找沈浩明，两人相约一同去吃宵夜。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吴叔匆匆赶来。他承认了公司对自己的处罚，但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为公司多年来的打拼，希望沈浩明能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表示自己已经净身出户，外面也没有其他公司需要自己，只求能在公司留下一个闲职。然而沈浩明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以公司规定为由，他
态度强硬地表示不能破这个例。无书见求情无果，情绪瞬间失控，竟然疯狂地拿出刀来，准备对沈浩明进行伤害。千钧一发之际，许岩毫不犹豫地用手臂挡住了这一击，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手臂。沈浩明迅速反应过来，动手制止了无书的疯狂行为。看来你真的太退休了。放开我！没事吧？第二天，独自在家的许岩看着手机中方磊的朋友圈，心中五味杂陈。沈浩明回家后，许岩本想与他好好谈谈昨晚的事情以及自己心中的感受，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沈浩明打断了。沈浩明简单查看了许岩的伤口，确认并无大碍后，便拿出了自己的附属卡作为礼物，还特意强调卡没有限额，让许岩尽情使用。然而许岩看着这张卡，却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突然响起，公司那边有事需要他立刻回去处理。沈浩明匆匆与许岩告别，便赶回了公司。回来吃晚餐吗？好啊，点外卖，不要自己做。我等你回来。只留下许岩一人，对着那张附属卡和空荡荡的房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谁能料到平日里总是忙碌于各种商务应酬的沈浩明，竟会亲自前来接自己的弟弟放学。他的眼神中满是温柔与关切，不仅打算带着弟弟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天一整天都会陪着他。晚餐过后，二人一直开心地玩耍到晚上，弟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直到快要睡觉的时候，沈浩明还一直守在弟弟身边。就在这温馨的时刻，许岩的电话打来：哥，你又要走了？不走，今天陪你。独自在家等候一同吃饭的许岩，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忙音，他原本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满心期待着与沈浩明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然而沈浩明的这个决定，却让他意识到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危机，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开始消散。第二天，许岩来到公司上班，刚走进办公室，就听见朋友们围在一起谈论着家庭的事情，大家都在羡慕许岩能够有这么美好的家庭，认为他此时一定十分幸福。许岩听着这些话，心中五味杂陈。为了打断众人的谈论，他急忙说起策划案要及时提交，试图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之前的孙思维又在大发脾气。孙思维目前已经是许岩的外出美食拍摄品尝家，可每次拍摄时，他都吃得非常勉强，完全没有品尝美食应有的享受。要知道，观众对于美食视频是非常敏感的，孙思维这样的表现无疑会影响视频的质量。许岩无奈之下，只能前去劝告他，希望他能认真对待这份工作。他告诉孙思维，以后的视频自己会亲自审核，并且让他以后外出拍摄时不要穿高跟鞋，而是穿运动鞋，这样才能跟上拍摄的节奏。这么做也是为了团队能够变得更好。可是孙思维却并不领情，他认为许岩的想法根本就和那些大女主完全不一样。你老公条件那么好，选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对你百依百顺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就在这个时候，助理匆匆前来，以拍摄时间到了为由打断了二人之间的谈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岩。金达集团和首科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金达集团负责人沈浩明先生代表两家企业，公布了对于178号地段的开发主题和规划。与此同时，沈浩明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方磊送上来的项目规划书。这份规划书上贴满了详细的注意事项。沈浩明从这些细节中看出了方磊的努力和用心。尽管方磊家需要绕远路，但他还是打算亲自送方磊回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方磊提起了上次自己胡闹的事情。那次胡闹导致沈浩明错过了许岩的生日，他为此感到十分的抱歉。随后二人准备出发，方磊突然因为没吃晚饭而导致低血糖，突然头晕起来。沈浩明急忙扶他坐下，然后拿出一盒糖果给他。在那一刻，二人之间的距离似乎逐渐拉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氛围。来到家楼下后，方磊看着沈浩明，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希望沈浩明在项目结束之后能够陪自己看一场电影，作为最近辛苦工作的奖励。沈浩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他从口袋中拿出了那天方磊丢失的范克雅宝手链，轻轻地为他戴上。方磊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心中充满了喜悦。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停止发展。之后方磊还找上了沈浩明，二人在许岩的面前开始打起了高尔夫球。随后沈浩明表示要去见云航基金会的众人，邀请方磊和许岩二人一起。许岩眼看只是一顿工作餐，而且他也不想看到沈浩明和方磊在一起的样子，便无奈地拒绝了。晚上许岩见到姐姐后，终于忍不住说起了自己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觉得和沈浩明二人之间开始逐渐走远了，而沈浩明和方磊却越来越近，事情似乎逐渐变得不正常起来。他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和不安。另一边，沈浩明送方磊回到了家中。浩明哥，你说我棒不棒？我今天终于把蒋云蒋亮帮你给签下来了。
总算没白费这个努力。你很棒。浩明哥，你好好看看我。我早就长大了。方磊和沈浩明之间眼看就要发生更进一步的亲密接触，此时沈浩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陈琳打来的电话。陈琳告知沈浩明，事情已经顺利搞定，相关照片也已发送到他的手机上。沈浩明挂断电话后，向着方磊展示方磊的父亲方伯伯刚刚签下的协定。方磊看着协定，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他轻描淡写的说道：“自己只要喜欢谁，父亲就会全力帮助谁。”言罢，他再次靠近沈浩明，眼神中满是期待与渴望，准备与他更进一步。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浩明却突然直接转身准备离开。方磊愣在原地，脸上的娇羞瞬间被错愕和愤怒所取代。他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这段时间沈浩明对自己的好，竟然都是为了拉拢自己的父亲。沈浩明，我说我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告诉许愿，我要告诉我被你动做什么？随便你。就在沈浩明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外突然出现了韩卫平的身影。韩卫平走进房间，拦下了方磊。原来从婚礼开始，韩卫平就已经对方磊展开了行动。无论在何种场合，他总是适时出现，对方磊嘘寒问暖，安抚他的情绪。此刻，韩卫平从口袋中掏出一支录音笔，冷冷地说道：“他手中有方磊破坏沈浩明家庭的证据。”方磊听到这话，仿佛遭受了晴天霹雳，双腿一软，哭倒在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所爱的沈浩明竟然一直在欺骗自己，而这个看似温柔体贴的韩卫平，也隐藏着如此险恶的用心。第二天，许岩像往常一样去接沈浩辰放学，方磊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你怎么来了？我来接浩辰放学啊。你为什么来接浩辰？我是他亲小姨啊。许岩心中一紧，他本以为方磊是准备搞什么别的花样，然而接下来方磊说出的话却让许岩如遭雷击。方磊缓缓道来，原来沈浩明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曾和他的姐姐谈过恋爱，后来姐姐意外怀孕，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这个秘密，便让沈家把孩子接走，这才有了如今这般复杂的关系。再后来姐姐因为潜水意外遇难，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方磊接着又说，许岩生日当天，沈浩明出现在自己家中，他还透露沈浩明想要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婆，而是一个能够和他结婚，让他在别人面前展示美满家庭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沈浩明甚至费尽各种关系，让许岩当上了新闻主播。许岩看着身旁天真无邪的沈浩辰，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没想到背后隐藏着如此多的秘密和算计。回到家中，许岩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向沈浩明说起了今天所知道的事情。他本以为沈浩明会解释，然而沈浩明却一脸冷漠，压根没想对此进行任何辩解。是，他是我的私生子。许岩觉得自己的真心被彻底践踏，他认为沈浩明一直在欺骗自己。沈浩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回到房间中，打开保险柜。他从保险柜中拿出一沓文件，上面详细记录着许岩从一开始到现在接触过的所有人和所有事情。沈浩明冷冷地说道：“许岩从一开始就在欺骗他，二人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他还说许岩所遇到的各种麻烦都是他在背后默默解决的。许岩听着这些话，只觉得心如刀绞。他没想到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竟然也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得知真相，许岩的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他想要逃离这个充满谎言和算计的环境。然而当他刚跑出家门不久，沈浩明就追了出来。沈浩明一脸冷漠地说道：“他的项目刚刚启动，需要许岩接下来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不希望任何人看出二人之间出现了意外，否则会影响项目的进展。”为了逼迫许岩同意，他甚至拿出许岩还没正式加入新闻岗这件事作为要挟。许岩哭着看着走远的沈浩明，他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心中充满了绝望。他一直追求和小心维护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崩塌。在这个充满利益博弈和情感纠葛的世界里，他成了一个最无辜的受害者，被命运无情地捉弄着。许岩终于知晓了所有真相后，心碎欲绝地离开了家。沈浩明不仅没有丝毫挽留，反而以工作相逼，将许岩独自扔在了冷清的大街上。夜幕笼罩街边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映照出许岩孤独又落寞的身影。就在这时，助理欢欢的电话打了过来。欢欢兴奋地告知许岩，上次的录播和后期工作已经圆满完成，让他赶紧前往公司进行下一步拍摄。许岩深吸一口气，努力压抑着内心翻涌的痛苦情绪，强装镇定地前往公司。新闻工作结束后，主任找到了许岩，主任满脸笑意告诉他，领导当众表扬了他，还决定接下来的财经节目也由他来主持。这本该是令人欣喜的消息，可许岩心里却如明镜一般，他清楚自己能如此顺利，背后必然是沈浩明在暗中推动。沈浩明说的那些话，我又有什么好反驳？失去小沈总夫人这个身份，这些热情和笑脸还会属于我吗？
第二天晚上，沈浩明回到家中，许妍精心准备了一桌子美味的烛光晚餐。然而看到这一切的沈浩明的态度十分冷漠，眼神只是淡淡的扫过那桌丰盛的晚餐。许妍看着他，心中一阵刺痛，但还是鼓起勇气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承认自己当初是为了利益才接近沈浩明，此刻他真诚地向沈浩明道歉，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和悔恨。他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沈浩辰，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个家庭，希望能和沈浩明重新开始。他以为只要自己真心悔过，就能挽回这段感情。许妍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轻声请求他的原谅。他知道从小到大，除了姥姥，沈浩明是唯一一个对他好的男人。他不想再次失去这份温暖，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再次陷入黑暗。他想要和沈浩明重新开始，重新构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说着，他微微仰起头，准备吻上去。然而就在他的嘴唇即将触碰到沈浩明的那一刻，沈浩明却冷冷地避开了。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他眼神冷漠，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他认为两人之间还是保持利益的往来更为合适，不想与许妍产生更多的感情纠葛。他觉得许妍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根本不可能相信他的真心。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是。许妍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如决堤的洪水般止不住。她意识到自己就像童话中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谎言说的太多，如今说真心话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她。她曾经努力堆砌起来的感情城堡，在这一刻彻底崩塌。这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是自己当初的虚荣和贪婪，让她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第二天，许妍只好强打起精神，跟着沈浩明去参加了项目的开工仪式。在众人面前，他们作为东道主公司的代表，展示出一副夫妻和睦的美好模样。许妍强颜欢笑，与沈浩明并肩而立，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他的心已经与沈浩明渐行渐远。这段婚姻就像一个华丽的空壳，里面早已没有了爱的温度。随后在面对记者发布会时，许妍开始产生了深深的惶恐。她站在镜头前，笑容僵硬，甚至不愿意多笑一下。面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她和沈浩明感情的问题，她只是机械地说着一些客套话，反复强调自己和沈浩明之间的感情很好。可她的眼神却出卖了她，那里面满是疲惫和无奈。晚上回到家，沈浩明对白天的许妍表现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许妍过于冷淡，没有展现出他们夫妻之间应有的亲密和热情，二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明天晚上是慈善会，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明天晚上是慈善会，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直到许妍声音冷淡地说出谢谢沈总这句话，她的内心此刻早已对沈浩明彻底死心，二人如同陌生人一般背对背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在这时，方磊发来消息，想要与沈浩明见面。沈浩明本打算置之不理，然而韩卫平的电话突然打来。怎么了？方磊让我告诉你，他今晚见不到你就自杀。在哪儿？在他家。知道了。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前往赴约。许妍看着沈浩明起身准备出门，她犹豫片刻，还是轻声问起沈浩明自己在这个时候是否需要过问丈夫的事情。沈浩明停下脚步，只是冷冷地表示自己的事不希望许妍多问。那冷漠的态度如同一把利刃，再次刺痛了许妍的心。沈浩明来到方磊的家中，眼前的景象让他眉头一皱。方磊的家中乱成一团，方磊情绪激动，竟拿起一块玻璃放在手腕上，试图以死威胁沈浩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绝望，然而沈浩明却无动于衷。他觉得方磊不应该将沈浩辰的事情告诉许妍，这是导致如今局面混乱的根源之一。果然，方磊虽然情绪激动，但终究还是下不去手。他看着沈浩明，眼中满是苦闷与不甘，嘴里嘟囔着沈浩明大半夜能够出来，说明许妍和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钱。沈浩明不再理会方磊的哭闹，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留下方磊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家中。你怎么还在这呀？你赶紧给我滚呐！我收了沈总的佣金，直到你的事情彻底平息之后，我们的合作才结束。然而第二天，在荆州的医院里，于一鸣正面临着一场困局。这次手术难度过大，导致手术时间过长，家属情绪激动，认为于一鸣没有尽到责任。就在这时，前来送饭的乔林听到了这一切，他心中一紧，随后便在之后找到了家属。乔林鼓起勇气，表示自己是于医生的爱人，还说起于医生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医生。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他竟然拿出了钱，想要以此来安抚家属的情绪。果然没多久，主任便带着钱找到了于一鸣，告知他家
家属投诉于一鸣的爱人给家属塞钱这件事。于一鸣听后找到乔林后，乔林满脸愧疚，为了这件事情向于一鸣道歉，并表示接下来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于一鸣看着乔林真诚的眼神，随后拉着乔林的手，二人一同前去买冰淇淋。在甜蜜的冰淇淋氛围中，于一鸣不仅原谅了乔林，还真心的谢谢他。因为这件事虽然闹到了主任那里，但经过主任的耐心解释，家属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表示了理解，事情得以圆满解决，而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此刻越走越近。然而到了晚上，另一边的许岩参加了那场晚会。晚会上，许岩偶然遇见了方磊，即使是沈浩明在一旁各种阻止，许岩还是坚持让方磊坐在了二人的旁边。许岩看着方磊，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敌意，反而多了一丝关心。他甚至还轻声让方磊以后照顾沈浩明。随着晚宴的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登场，那是一枚20克拉的皇家蓝大钻戒。这枚钻戒在灯光的照耀下，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更是爱情的象征。然而起拍价50万的珠宝，在众人的竞价声中一路连拍。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300万。这看似浪漫的钻戒，却在这一刻象征着沈浩明试图用钱买下自己爱情的荒诞场景。直到许岩在拍卖会上以惊人的300万高价拍下那枚重达20克拉的钻戒，拍卖会落幕不久，他便带着这份耀眼的战利品找到了方磊。挺漂亮的，你喜欢？这个不能送你，不过这个可以。许岩竟然将这枚价值连城的300万钻戒赠予了方磊。随后在宴会上，许岩携手沈浩明向在场的每一位宾客展示了一幅夫妻和睦恩爱有加的画面。然而表面的光鲜亮丽下，无人知晓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次日夜晚，老家的平静被一则电视采访打破。姥姥在屏幕上看到了许岩参加那个项目开工仪式的身影，他站在沈浩明身旁，面容却显得异常憔悴，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落寞与疲惫。这位自幼看着许岩长大的老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孙女脸上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心中不禁泛起阵阵忧虑。他似乎从许岩那冷漠的表情中读出了这些日子以来孙女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挣扎。与此同时，许岩正坐在新闻后台的化妆间内，对着镜子用卸妆水缓缓擦去脸上的妆容。随着妆容的褪去，他的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滑落。自从向沈浩明坦白了一切之后，他便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无助之中，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他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姥姥的电话打了过来，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予了他一丝慰藉。妍妍，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电话那头姥姥的声音充满了温暖与关怀，她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姥姥提到了希望许岩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还建议让沈浩明陪她去旅游放松心情。但许岩的心中却有着更为迫切的愿望，他想要回到姥姥身边，感受那份久违的亲情与安宁。姥姥虽口头上说自己过得很好，还催促许岩抓紧时间生个孩子，让自己能早日抱上外孙，但许岩知道这些简单的愿望或许已难以实现。回到家中，许岩的目光被冰箱里那瓶熟悉的桂花酱吸引，那是姥姥亲手制作的，承载着无数温馨的记忆。他本想取出一小勺回味那份甜蜜，却不慎失手，将瓶子打翻在地，桂花酱洒了一地，如同他此刻破碎的心情。次日清晨，许岩决定即刻启程回家看望姥姥。然而当他踏进家门，迎接他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和紧闭的门扉。正当他疑惑不解时，邻居来到了家中，告诉许岩发生了什么。哎呦，妍妍，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许岩顾不上多想，立刻驱车前往医院。在病房里，他看到了昏迷中的姥姥，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母亲告诉他，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发作，幸好送医及时，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此刻姥姥需要的是静养与陪伴。在许岩的坚持下，他留了下来，独自一人守在姥姥的病床前，看着这位唯一疼爱自己的人躺在病床上，生命如此脆弱，许岩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悲伤。他认为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因为那些无法言说的谎言所导致的。在这一刻，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与沈浩明离婚，彻底结束这段充满谎言与痛苦的婚姻。夜幕降临，医院里一片宁静。谁让你回来的？醒了。许岩意外地发现姥姥竟然醒了过来，他看着眼前的孙女，
眼中满是慈爱与关切。许岩向姥姥倾诉了自己的打算，想要在荆州为姥姥购置一处郊区的房子，让她搬来同住，以便更好地照顾她。但姥姥却看出了许岩的真正意图，她虽然感激孙女的孝心，但更希望许岩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前程。她习惯了乡下的宁静与自由，不愿成为孙女的负担，于是便想着让许岩回去，不要耽误了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另一边，沈浩明在公司里得知了许岩打算离婚的消息，心中五味杂陈。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我净身出户。谁也没能预料到许岩为了彻底斩断与沈浩明的纠葛，竟愿意放弃身边所有的一切。他渐渐明白，那些围绕在身边的奢华与资源本就不属于自己，不过是依附于沈家光环下的虚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准备转身，离开这个看似光鲜却冰冷无比的家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生活。沈浩明见状心急如焚，为了挽留许岩，他竟打算联系许岩的主任，试图用新闻主播这一职位作为筹码让许岩留下。然而许岩早已不是那个可以任人摆布的小白兔，他迅速拨通了方磊的电话，并打开了电话录音功能。电话那头，许岩故意提及沈浩明的种种，试图激怒方磊。果然，方磊在情绪的驱使下，说出了背后的真正目的。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有了这段录音，许岩手中便握有了与沈浩明对抗的重要资本。带着这份底气，许岩坚定地准备离开这个冰冷的家。他与沈浩明约定之后，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深知只有和过去彻底告别，才能重新开始找到真正的自我。许岩原本想来找姐姐倾诉内心的苦闷，寻求一丝慰藉。然而当他到达时，却发现姐姐正被2个好朋友拉着出去玩了。就在他准备失望离开的时候，于一鸣出现了。他看出了许岩的落寞，于是主动和他聊起了乔林的近况，说乔林最近学习进步很大，还分享了乔林生活中的一些趣事。这些轻松的话题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一丝放松。第二天，许岩又一次搬回了自己之前的家中，站在熟悉的房间里，他环顾四周，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这里虽然没有了沈家的奢华，但却充满了他自己的回忆和温度。他意识到，从这一刻起，他将正式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另一边，于一鸣接到了主任的电话，原来下周有一场手术，风险极大，而且家属对于一鸣存在一定的意见。主任希望一鸣能够确保手术的成功，否则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挂了电话后，于一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独自坐在家中，拿出气球，试图通过吹气球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然而吹了一晚上气球的他，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敲响，原来是乔林。他一眼就看出了于一鸣因为手术的事情而感到压力重重，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拉起于一鸣的手，二人一起走出了家门。乔林带着于一鸣来到了街边的游乐设施旁，他们一起玩起了碰碰车，欢声笑语中，于一鸣的压力似乎得到了一丝释放。接着他们又一起去买了各种心仪的手办，最后乔林甚至骑上电动车，带着于一鸣一起去看凌晨4点钟的荆州。那一刻，城市的宁静与美丽让于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他的压力也在这一刻被乔林巧妙地缓解了。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次次的相处中渐渐变得亲近起来。然而另一边的许岩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他和离婚律师沟通的场景被孙思维无意间得知，于是流言蜚语迅速在公司里传开，众人似乎都感觉到了许岩即将离婚的气息，各种猜测和议论不绝于耳。此时方磊利用父亲的电话，在一家餐厅约上了沈浩明。当沈浩明看到身穿红裙风情万种的方磊时，下意识地转身准备离开，直到方磊提及沈浩明的离婚事情，他才停下脚步。方磊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许岩已经找了律师的事情，试图证明许岩根本就不爱沈浩明，只有自己才是真心爱着沈浩明的。就在这时，许岩恰好走进了餐厅，他一眼就看到了方磊和沈浩明挽着手站在一起的场景。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回到办公室后的许岩坐在办公桌前，一时有些茫然。就在这时，助理欢欢匆匆走来，脸上带着一丝焦虑。他告诉许岩，公司里最近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议论许岩正在闹离婚。
这件事甚至已经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领导对此颇为关注，甚至有意将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位置交给孙思维。不仅如此，领导还打算削减许岩目前负责的一些项目，而赞助商那边也似乎听到了风声，准备有所动作。面对这一连串的变故，许岩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示意欢欢不必太过操心，先安心去工作。就在这时，孙思维不请自来，他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办公室，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嘲讽起许岩离婚的事情，言辞间充满了挑衅和得意。许岩听着孙思维的嘲讽，心中并无太多波澜。他深知孙思维之所以如此针对自己，是因为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别人的事情上，而忽略了自己的成长。然而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自己的对手。接下来孙思维的话却让许岩不禁陷入了沉思。孙思维指出，许岩之所以能够请到那些商业大佬，顺利成为新闻主持人，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沈家的关系。虽然大家都很佩服许岩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沈家的人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离婚的事情刚刚传出一丝风声，许岩在公司的地位就已经开始岌岌可危了。许岩，你好好想想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接到了主任的电话。他挂断电话后来到了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有人匿名举报他在家庭背景关系中作假。面对这样的指控，许岩并没有过多地辩解，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平静地提出了辞职。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主任的办公室。随后他来到了沈父沈母的面前，他将自己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人，并表示自己会承担一切后果。为了公司的声誉和沈浩明的名誉，他决定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之前，对外宣称自己先去创业了。说完，他向二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歉意，然后转身离开了。另一边，沈浩明正在向黄总汇报新区的事情，黄总却显得并不太关心这些工作上的琐事，反而提起了沈浩明的私事。原来是沈浩明的妻子许岩离职了。沈浩明只能解释说，许岩是因为想要创业所以才离职的。黄总听后不禁感慨地说起自己本以为合作之后许岩会离开养老院，但没想到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黄总由衷地认为沈浩明和许岩非常般配，许岩作为家人是真心对待沈浩明的。回到家中的沈浩明看着自己养了16年的龙舌兰枯萎了，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他想起了那个曾经的许岩，他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似乎不仅仅是商业的交易那么简单，里面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和温暖。第二天，许岩独自在家中修理水管，他手忙脚乱地折腾着，却始终无法将水管修好。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于一鸣。于一鸣看到许岩狼狈的样子，他迅速卷起袖子，开始帮许岩修理水管。在修理的完成后，于一鸣告诉许岩，他是从许岩的助理欢欢那里得知了他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特意赶来安慰他。看到许岩旁边放着方便面和饺子，知道他最近可能都没好好吃饭，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和乔林一起来帮许岩做顿饭。然而许岩却误会了于一鸣的意思，以为他是想要和自己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他刚想开口拒绝，却见于一鸣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我之前是喜欢你，也跟你表过白，但我把那当做18岁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况且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已经放下了。于一鸣微笑着对许岩说，自己知道许岩最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无论遇到什么都会前来帮助你，希望许岩不要有心理负担。毕竟我跟你姐乔林其实挺好的。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次你真误会了。许岩原本以为于一鸣此次前来是怀揣着再次向他表白的意图，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于一鸣的心思早已悄然转移到了姐姐乔林身上。这倒也不枉许岩之前暗中撮合费心安排。然而看着因修水管而弄得浑身湿透的于一鸣，许岩便让他先去将衣服吹干，以免着凉。就在这时，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许岩快步走到门前，打开门的瞬间他愣住了，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沈浩明。原来沈浩明此次前来是特意送离婚协议书的。许岩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协议书的他正欲关上门平复一下内心的波澜，沈浩明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表示希望与许岩亲自核对离婚协议上的每一条款项，确保双方都没有异议。许岩无奈只得让他进了屋。沈浩明刚坐下不久，吹干衣服的于一鸣也恰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三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在于一鸣和沈浩明相互介绍彼此的身份后，于一鸣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个略显压抑的空间，给许岩和沈浩明留下了单独交流的机会。沈浩明重新将话题拉回到离婚协议上，他指出协议中有一条要求许岩以后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布与沈家相关的任何消息，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给沈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许岩听后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行事谨慎，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
只是善意的提醒。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随后第2天，两人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然而到了民政局后，他们却被告知现在离婚有冷静期，需要1个月之后2人再次前来办理，才能正式完成离婚。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辰因为吃不到许妍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妍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辰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他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妍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妍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辰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妍陪着沈浩辰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妍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2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妍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脱离沈家的资源庇护后，许妍的求职之路荆棘丛生。曾经在新闻主播岗位上得心应手的她，如今想找一份相关主播工作都困难重重，简历投出去无数，回应却寥寥无几。就在许妍几乎要灰心丧气之时，朋友及时出现，带着她去见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了许妍一个当主播的机会。许妍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当她得知这个主播工作是网络带货主播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和她以往的新闻主播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试播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舒适家纺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许妍下意识地用起之前新闻主播的口吻来直播，她试图以专业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可没过多久就被叫停了。原来网络带货主播需要的是更加活泼亲切的风格。为了帮助许妍尽快融入这个行业，老板决定亲自带她感受带货的节奏和氛围。老板在镜头前熟练地介绍产品，气氛十分热烈。许妍在一旁也试着模仿老板的样子开始带货。突破底价，突破底价。